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再跑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深夜，没人的马路上，一个长相凶残的中年男人正猛追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。还跑！看我抓到你怎么抽你！呜呜，妞妞不要被抓到！小奶团子3岁半，小名妞妞，还没有正经名字。因为舅舅经常不给他饭吃，小奶团子特别瘦小，力气也不多，眼看要被舅舅追上来，咚的一声，小奶团子摔倒在地上，想跑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揪住他乱糟糟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发黄的头发更大。跑啊！怎么不跑啊？小兔崽子，翅膀硬是吧？我看你就是欠抽。妞妞疼，舅舅别打了。呜呜，妞妞知道错了。小奶团子小脸瘦巴巴的，一双眼睛却清澈明亮，这会儿含着泪水，看得男人心里火气更大了，下手的功夫更狠。跟你妈一路货色，小年纪就想出去找男人了是吧？抽死你，省得以后勾3搭4，给男人白睡。打骂的不过瘾，男人朝妞妞小小的身体上猛踹，妞妞倒在地上，习惯的抱着头，紧紧闭着眼睛，怀里还藏着妈妈的照片。一辆豪车跟他们擦肩而过，路灯照在妞妞布满泪痕的小脸上，那双眼睛。先生，刚刚那个小孩，先生，刚刚那个小孩长得好像夫人。周身瞬间杀气袭来，整个京城都知道厉家掌权人厉景成3年前丢了个女儿，这3年几乎翻遍整个京城，就为了找那个孩子。可是3年过去了，前来冒充的不少，但是真正的厉家小姐依旧音讯全无。如果不是看那孩子实在可怜，那双眼睛又像极了夫人，她也不敢冒险。先生，他快被打死了，放回去。妞妞躺在地上，小小的身子疼得一动也动不了，舅舅还在打骂她，她不求饶了，像之前无数次那样，安静的等着舅舅发泄完。怀里是妈妈的照片，她好想去找妈妈。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，突然一双黑色的皮鞋出现在妞妞眼睛里，笔挺的黑色长裤，线条流畅的黑色外套。妞妞努力往上看，叔叔好好看呀，好像舅舅屋里被扔飞镖上面的好看叔叔。厉景成一眼就锁定在妞妞那双明亮灵动，此刻却泛着喜气的圆眸上，跟他妻子的眼睛实在是太像了。小脸脏兮兮的，看不出模样，但脸型像极了家里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。厉景成大脑空白几秒，这有可能他丢失3年的女儿吗？想认，却又不敢认。这3年失望太多次，害怕他是，更害怕他不是。叔叔，妞妞不想死。虚弱软弱的声音传来，厉景成眼睛一拢，抓住挥打妞妞的男人。哪个找死的敢管老子打人？不想活！厉锦成，你认识我？不认识。男人脱口而出，脸色肉眼可见的慌乱。他疯了似的挣扎开厉景成的牵制，仓促抓紧妞妞就跑。快拦住他，绑起来！几个黑衣保镖几步追上男人，不给他求饶的机会，直接把人绑到厉景成面前。厉锦成，你没资格这么对我，你放开我！厉景成冰冷的眸子盯着眼前的男人，恍若在看一具尸体，像极了他妻子的女孩。认识他却充满恐慌的男人，他几乎认定被打得只剩一口气的妞妞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他颤抖地抱起妞妞，明明那么疼，可小团子却忍着一声不吭。这3年他到底怎么挺过来的？厉景成眼眶泛红，马上去医院。厉锦成，你不能带走妞妞，你没有资格带走她，你放开我！车上，妞妞被厉景成小心翼翼抱在怀里，惨白的小脸露出疑惑。叔叔，你为什么要救妞妞呀？他在村子里跟好多叔叔婶婶求救，可是都没有人救妞妞。舅舅打他，奶奶也会哭，但奶奶拦不住舅舅，总是让妞妞忍忍。叔叔真好，是第一个救妞妞的人，可是他好像快要死了，不能报答叔叔了。他贪恋的在厉景成怀里蹭了蹭小脑袋。叔叔，谢谢你救妞妞，你真好，下辈子妞妞一定会报答叔叔。他跟厉景成说了好多，告诉他想找妈妈，可是不知道妈妈在哪里。他说他等了爸爸妈妈好久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回来，是不是不想要他了？他还说不要抓舅舅，奶奶会伤心。厉景成一颗心犹如刀绞。叔叔，我能叫你爸爸吗？就一下下好不好？他想知道被爸爸抱是什么感觉。村子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只有妞妞没有。可惜小奶团子没等来厉景成的回答，失望中被黑暗彻底侵袭了。妞妞，别睡，开快点，再快点。真好，叔叔会担心妞妞呢。暗夜里，车子风驰电掣，落叶。厉景成早就红了眼眶，他给二儿子厉兆元打电话，咬牙命令：马上去医院等着。京城最好的医院里，顶层 VIP 忙成一团。厉景成坐在走廊上，医生护士来来回回，大气都不敢喘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怎么还没出来？厉景成耐不住了，冲着陪在旁边的院长质问。他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，
还没来得及叫他一声爸爸，就被送进了抢救室。天才神医的二儿子都进去亲自手术了，到现在还出不来，这得下手多重？不仅仅厉景成接受不了，手术室里给妞妞做手术的厉兆远看见妞妞新的旧的一身伤，整个人也都是颤抖的。他才3岁半啊！妞妞，我是二哥哥，一定要挺过来啊！妞妞感觉身体轻飘飘，身上也暖融融的，好舒服呀，越飘越远。妞妞，二哥哥的宝贝妞妞，不要走，看看二哥哥，妞妞乖。是谁在哭呀？妞妞着急想哄他不哭，可是他发不出声音。手术整整做了3个小时，妞妞才脱离危险。好的很，偷走我女儿，还敢对她下手？大，那个畜生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去做了他。父亲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想的是先做 DNA， 免得又是一个假妹妹。可是手术前给妞妞擦脸的时候，意外发现她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，尤其手腕上那个小圆疤，小妹出生的时候就带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这就是她亲妹妹。她才3岁啊，畜生怎么敢？不过是个工具人，敢对老子的女儿下手，我倒要看看畜生背后是谁指使的。当年妻子生产，他有急事没在第一时间赶过来，但当时戒备森严，如果不是里应外合，他女儿绝无可能在那么多保镖眼皮子底下消失。这3年他忙着找女儿，忽略了太多细节。这回他要的不仅仅是虐待妞妞的畜生去死，更要所有牵连的，尤其是背后那人，生不如死。找个机会让那畜生逃出去，派人跟着。是。正说着，保镖走过来恭敬道：“先生，马小姐听说找回小小姐了，推过来探望。”厉兆远微愣，狐疑看向厉景成：“大，你这么快就通知那女人了？”马铃薯原本是他们母亲的闺蜜，3年前妞妞失踪，母亲精神受到刺激，一度想不开闹自杀，所幸几次都被救了下来。为了安抚母亲情绪，便让马铃薯陪在母亲身边。但这女人心怀不轨，一直试图接近父亲。1年前母亲再次自杀，虽然被救了下来，可是却再没有醒过来。此后马铃薯更是动不动借口探望母亲就往他们家跑。他一直以为父亲厌恶他，岂不想让他在楼下等，就说我待会儿下去。3岁半的小奶团妞妞被舅舅在街上追着打闹，却意外中被失散多年的亲生爸爸一眼认出，然后救下了可怜的妞妞。经过3个小时手术才脱离危险。厉景成进来的时候，看见就是小奶团子偷偷擦眼泪的画面，他立刻走过去，又担心吓到他，极力克制的放缓脚步，嘴角扬起一抹笑容，轻声问：“妞妞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妞妞不哭哦，哪里不舒服可以告诉我。”帅叔叔，你也来天堂了吗？妞妞，这里不是天堂，这是你家。妞妞没有家，妞妞还没有找到妈妈。妞妞，这里就是你家，我是你爸爸，是你一直想找的爸爸。妞妞不敢置信，粉嘟嘟的小嘴巴张张合合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厉景成拿出户口本，翻到最后一页给他看。妞妞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名字厉悠悠，你是咱们厉家的捧在手心的小宝贝。我不认识字。没关系，以后妞妞读书识字了再看。他温和引导妞妞。所以妞妞现在应该叫我什么？妞妞闪亮的大眼睛紧张又期待盯着厉景成，很用力想要叫爸爸，可是他不敢。妞妞一定是在做梦，梦醒了，爸爸会不见。妞妞怎么了？厉景成像是瞧出小奶团子的担心，温和鼓励：“妞妞，爸爸给你保证不会消失，我们大手牵小手，叫爸爸好不好？”他认真盯着厉景成，用力吞了口水，闭上眼睛。爸爸。很快又一脸担忧，马上睁开眼睛，爸爸真的没有消失。真的是爸爸，爸爸没有消失。哎，妞妞，爸爸的小宝贝，妞妞以后就叫厉悠悠了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妞妞有名字了。厉景成感动地把妞妞抱在怀里，期待已久，却又小心翼翼。不仅仅是妞妞，他也觉得自己像是做梦。整整3年，他终于找回女儿了。爸爸，妈妈呢？怎么没有看见妈妈？妈妈。厉景成不想让满怀期待的女儿失望，温声说：“妈妈出国了，等她回来就会跟悠悠见面。”大，我让下人准备了些吃的。悠悠醒了吗？陌生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妞妞身体止不住颤抖，下意识想找地方躲起来。厉景成眼底闪过震惊，他女儿到底遭受了什么？厉景成连忙安抚地抱住悠悠：“悠悠不怕，是二哥哥，你下次轻点，吓到悠悠了。”道歉，我声音太大了。悠悠，我是二哥哥哦，不会伤害悠悠。二哥哥，你会打悠悠吗？这话一出，厉景成和厉兆远心尖都疼了。不等他们说话，悠悠又小声问：“你会不让悠悠吃饭吗？”舅舅有个儿子，也是二哥哥，最喜欢欺负悠悠，打悠悠，还故意打翻悠悠的碗，不让悠悠吃饭。他不喜欢那个二哥哥。悠悠躲在厉景成怀里，期待又害怕地望向厉兆远。厉兆远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啪一下落下来。要不是担心吓到悠悠，他真想现在就冲出去暴揍那个畜生一顿，最好千刀万剐。二哥哥不会打悠悠，
还会保护悠悠。你看，这是二哥哥给你带的好吃的，现在就可以吃。悠悠会听话，爸爸和二哥哥不要消失好不好？悠悠一个人怕，奶奶病了，救不了悠悠。小奶团子说着说着就哭了，到最后哭得泣不成声，实在没力气了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大，我忍不了了。厉兆远说完，手里拎着根棍子离开了房间。到楼下的时候，看见马铃薯还在，他皱眉，一时没想明白父亲的意思。但现在揍人要紧。厉家阴暗的地下室，韩庆东早已被打得浑身是伤，瑟缩着在角落里，抱着头，嘴里磕磕绊绊求饶：“别打我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打我。”他这样让厉兆远更加生气。他抄起厉兆远，韩庆东嗷嗷直叫。深秋，外面很凉，马铃薯冻得直哆嗦。他都等2个小时了，厉景成也没有下来。他不是没想过找个借口离开，不行，里面那个小东西还没见上，不能就这么走。可他真的又累又困，还冷得要命。算了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不急在这一时。马铃薯刚走几步，忽然眼前一黑，被人套了麻袋，接着被撸上车。厉兆远是故意放走韩庆东的，只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韩庆东放出第一个找的人会是马铃薯。难道？大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厉景成正要开口，就见悠悠睡醒了，像是做噩梦，虽然眼睛睁着，可是满脸委屈，小手一直空中挥舞。厉景成急忙过去握住他的手。悠悠醒了，我是爸爸。悠悠看见厉景成，茫然慌乱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。真好，爸爸和二哥哥还在。医生说你今天恢复得很好，可以吃一点其他好吃的。悠悠想吃什么？这里有奶黄包，有虾饺，还有粉蒸丸子，还有大龙虾。小朋友都喜欢粉蒸丸子，悠悠要不要尝尝？其实奶黄包也很好吃，这里还有肉粥和牛奶。悠悠想吃什么？哇，都不喜欢吗？悠悠不说话，厉兆远挠挠头。关于吃的，他不如三弟厉汉森。我让三哥哥给你买吃的，三哥哥买的东西好吃。悠悠看着二哥哥，好奇问：“二哥哥，悠悠还有好多哥哥吗？”对呀，悠悠有8个哥哥。哇，悠悠有好多哥哥。悠悠先喝口牛奶，再慢慢想吃什么。先吃包包也行，我就喝一点点。悠悠小抿一口，香香的，又喝了一大口，香到嘴里香得犯迷糊，实在忍不住了。悠悠捧着杯子咕噜咕噜一口气都喝完了，热热的牛奶钻进身体里，舒服的眯起眼睛。牛奶真好喝，爸爸，我还想吃肉肉。吃肉肉，这是排骨，这里有大龙虾。厉兆远仿佛看见了小妹没有丢失以前的父亲，他们终于一家团聚，真好。让那几个混小子一个一个回来，别吓着悠悠。知道了。悠悠睡着没多久，感觉浑身热热的，手腕上的小圆疤一直痛，好痛好痛。悠悠，你快醒醒！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吵。悠悠睁开眼睛到处看，没有人，他以为自己做梦，闭上眼睛又要睡觉，可是那个声音又来了。悠悠，小悠悠，你再不醒，我就要洗掉了。小奶娃被失散3年的爸爸救下后，只因吃了一口肉，手臂上的小圆疤竟然会说话了。悠悠，小悠悠，你再不醒，我就要洗掉了。悠悠睁开眼睛，害怕地寻找声音的方向，可是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。你是谁？我看不见你。我是小圆疤，在你右手腕上。悠悠立马低头看手腕上的小圆疤，跟平时不一样，这会儿通红通红的，像是烧红的烙铁，还越来越烫，烫得悠悠小脸都皱起来了。小圆疤欺负悠悠，悠悠，你快给我洗澡，小圆疤不能吃肉。你先不烫悠悠。我烫是因为沾了肉，你快给我洗澡，我就不烫了。听到这里，悠悠很抗拒。爸爸和二哥哥说，我还不能下床，我不能给你洗澡。爸爸和二哥哥说了，他要是下床，身体里就会有泡泡破掉，悠悠就洗了。小圆疤想哭，他们明明说好了做彼此的天使，怎么他刚睡醒，悠悠就翻脸了？小圆疤越来越烫，吉娃娃哄道：“你旁边有水，用水给我洗洗，洗好我就不烫了，不信你试试。”悠悠小脸皱巴巴的纠结，努力伸手去拿床头的杯子，嘴巴嘀嘀咕咕。说好了，我给你洗洗，你就不能烫悠悠了。你要是再烫悠悠，我就让二哥哥把你挖走。小圆疤沾了水，上面的肉心没了，红彤彤的颜色逐渐暗下去，又跟悠悠的皮肤颜色一样了。小圆疤委屈：“悠悠，你以后吃肉记得把我包起来，我要是沾了肉就会坏掉，要是我坏掉，就没人保护你了。”
悠悠诧异盯着小圆巴，小圆巴一看就知道悠悠什么想法，傲娇说道：“你别不信，我很厉害的，以后你用得着我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这么厉害，还会怕肉肉？”小圆巴一顿无语中，小悠悠又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长在我身上？你不能自己长个身体吗？”小圆巴抓耳挠腮，悠悠怎么越来越坏了？悠悠听不见小圆巴的声音，眼眸微垂，摇摇嘴巴又问：“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我被舅舅打的时候，你都没有帮我？”好多人看他被救打，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救他。他那么努力不让舅舅讨厌自己，可舅舅还是一直打他。舅舅骂他也准，骂他妈妈也很难听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抱抱他。悠悠别过头，很努力不苦。小圆巴没解释，吸了吸鼻子，黯然说：“以后我会帮你，悠悠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下次我一定帮你。”他怕肉，可是只有靠肉才能醒过来。悠悠心间一颤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忽然抽离了。房间里没有了声音，他叫小圆巴也没有回应。一转眼，半个月过去了，悠悠里里外外彻底痊愈了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么重的伤，就是身体再壮的人也得2-3个月才能下床。悠悠没说话，静静看手腕上的小圆巴。他真的是悠悠的朋友吗？悠悠，怎么了？二哥哥，我想回家看奶奶，可以吗？二哥哥可以帮奶奶安顿心的地方，也可以保护奶奶。悠悠可以不用自己回去。悠悠瘪瘪嘴，眼睛里含着泪花，努力不让眼泪掉出来，小声哀求：“奶奶对悠悠最好了，我想看奶奶。”厉锦成接完电话回来，看见厉兆远把悠悠惹哭了，皱眉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厉兆远一脸冤枉：“那悠悠想回去看那个老奶奶。”你陪悠悠回去一趟。悠悠，你现在有爸爸和哥哥撑腰，惹出什么事情都不要怕。你记住，咱们厉家的宝贝不受欺负。谢谢爸爸。韩庆东和悠悠失踪以后，家里乱成一团。我不管，你们把那个嘎丫头找回来，不打她，我都没有零花钱了。你们赔我零花钱。你洗了吗？没听见你孙子要零花钱，还不拿出来？儿媳妇冲着老太太大吼大叫，跟他要。奶奶，给我钱，我要买糖。老太太不说话，韩寒扯她衣服，扯她头发，在她身上拳打脚踢。给我钱，老太婆给我钱。老太太依旧没有动静。报应啊，都是报应。韩寒见要不出钱，转头朝外跑。韩寒刚站起，几辆车豪车已经停在了韩家门口。几个威武雄壮的保镖先下车站成两排，后面厉兆远抱着悠悠抬下头。这阵仗就算是放眼京都也是让人震撼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韩家口中的嘎丫头。韩寒惊呆了，愣在原地。几天不见，嘎丫头怎么高贵的像个小公主了？还被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男人抱着。他开始心慌了。嘎丫头是不是就不待在我们家了？以后他都没有零花钱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嘎丫头走。韩寒恶狠狠瞪悠悠一眼，继续朝后山跑，抓住那只野狗就能逼嘎丫头留下来。奶奶，我回来看你了。嘎丫头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说，你把你舅舅葬哪儿了？不等悠悠过去，韩庆东的老婆赵彩凤就冲过来救悠悠。厉兆远眼神一冷，冲过去把悠悠护在身后，保镖同时控制住赵彩凤。你们谁啊？放开我！来我家还敢打人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？赵彩凤又急又不悦，张牙舞爪怒吼，但是没人理他。嘎丫头，让他们放开我，又欠揍是不是？以往只要他说什么，嘎丫头就会乖乖听话。果然，悠悠听见熟悉的音调，小小的身子本能瑟缩。悠悠，你去跟奶奶说话，剩下的交给二哥哥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要报警！救命啊！杀人啦！奶奶，悠悠回来了，还带了好吃的给奶奶。悠悠从兜里掏出糖，滚出韩家，越远越好。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孙女，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，马上滚！小奶娃找到失散多年的总裁爸爸后，想要回来接走和他相依为命的奶奶，却被奶奶拒绝。滚出韩家，越远越好。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孙女，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，马上滚！你这老太太别不知好歹，你们家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妹妹不跟你们计较就算了，你还有理了？滚，都滚！二哥哥，不要打奶奶。奶奶，悠悠走，你别生气，奶奶一定是气她自己跑出去，现在不想理悠悠，以后奶奶气消了悠悠再回来。
二哥哥，我有朋友在后山，我能带他一起回家吗？我是同意的，人家小朋友的父母能同意吗？二哥哥不拒绝，悠悠的立马朝后山跑。韩寒已经在后山躲着了，就等悠悠自投罗网。小黑，哇哇！厉兆远怕狗，这是整个厉家都知道的。他下意识想跑，可刚动就发现悠悠抓着他的衣角，一脸兴奋跟他分享。二哥哥，那就是小黑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带小黑一起回去好不好？多好！厉兆远咬着牙说。好的。二哥哥，你站这里别动，小黑怕生，我去叫他过来。小黑，快过来！小黑越跑越近，扑通！小黑忽然被埋在树林下面的老鼠夹住了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小黑，悠悠担心坏了，急忙冲过去，却被等候多时的韩寒拦住，一双阴森森的眼睛盯着他。嘎丫头，你跑什么跑？你生下来就是应该给我欺负的，只要你答应回来，我就帮你放了那只野狗。要是你再敢跑，我就打死这只野狗。悠悠太害怕了，浑身僵住不敢动。可是他很快想起爸爸的话，悠悠现在有爸爸和哥哥撑腰，惹出什么事情都不要怕。悠悠有爸爸，有二哥哥，悠悠不怕。他低头朝韩寒胳膊上咬，狠狠一大口。嘎丫头，敢咬我，我打死你！韩寒胳膊上血流如注，却还要朝悠悠脸上扇。眼看着巴掌要落在悠悠脸上，悠悠手腕上的小圆巴忽然发出一道微微亮光，稍稍用力就把韩寒甩出去大远。与此同时，厉兆远抱起悠悠，悠悠愣住了，看看自己的手腕，又看看二哥哥。不知道是小圆巴保护了自己，还是二哥哥踹飞了韩寒。厉兆远也有同样的困惑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就是你经常欺负我妹妹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要打这个嘎丫头，打嘎他有钱拿。不等韩寒靠近厉兆远，拖着被老鼠夹伤腿的小黑飞扑过来，用力把韩寒撞开，他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。小黑，悠悠哭着跑过去抱小黑。二哥哥，快救小黑！小黑，小黑，呜呜呜！乖悠悠，小黑会没事的，别担心。二哥哥，快救救他！厉兆远觉得心疼的不得了，这时候才又琢磨起韩寒刚才说的话，打喜他有钱拿，谁会给韩寒钱？厉兆远越想越心惊。正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厉景城的声音：悠悠，你们在哪呢？厉景城一眼就看到了悠悠在哭，大步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是韩寒。厉兆远左右看了看，韩寒早就趁乱逃跑了。韩寒刚才说他对悠悠动手能拿到钱。厉景城闻言眉心拧成死结。爸爸，小黑，呜呜呜！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？爸爸，小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我们送小黑去医院，就像悠悠一样，很快就能好的。悠悠双眼真的亮了一下，又转头去看厉兆远。悠悠放心，包在哥哥身上。厉景城将小黑交给兽医后，悠悠一双眼便直勾勾地盯着小黑。悠悠，小黑是你捡来的小狗吗？不是的，小黑是礼物。父子俩对视一眼，不太明白。那个坏的二哥哥打我，我跑到后山睡着了，梦见了妈妈，她送给我一个礼物，醒来小黑就在我手边了，所以小黑是礼物。每次二哥哥打我的时候，小黑都会帮我。上次、上次，还有上次，都是小黑救我的。有时候晚上不敢回去睡觉的时候，也是小黑陪我的。他很温暖，所以小黑是最好的礼物。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他蹲下身子将悠悠紧紧抱在怀里。以后爸爸和哥哥们会保护你们的。兽医很快包扎结束了。腿上的伤有些重，还有些轻微脑震荡，狗还太小，尽量避免碰它的头。我们可以带小黑回家吗？如果去一个新环境的话，一定要耐心的陪它。小动物是很没有安全感的。悠悠很有责任心的点头。我一定会天天陪着小黑的。它的名字是小黑嘛？要好好照顾小黑哦，腿脚这里每天都要涂药。对了，小朋友小黑还没有打过疫苗，为了他好，等适应新环境后，一定要及时带小黑来打疫苗哦。悠悠还不懂这些东西，他求助的看向了二哥哥。2周后就可以来打疫苗了。二哥哥可以陪我们一起来吗？厉兆远僵着脸点点头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回家。厉兆远僵硬地抱着小黑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对，回家。家里还有其他的哥哥们，
他们都很期待见到悠悠哦。悠悠有些胆怯地问：其他的哥哥们是好哥哥还是坏哥哥？厉景成急忙解释：大家都是好哥哥，他们都会对悠悠很好，给悠悠买很多吃的玩的。哥哥们会带悠悠出去玩，悠悠可以去尝一尝冰淇淋，也可以去游乐场玩。到时候悠悠想去哪里，都有哥哥们陪着。当然也有小黑。悠悠今天哭了很久，刚坐上车一会，小脑袋便磕在了厉景成的肩头。厉景成觉得自己心都要化了。告诉管家，今天太晚了，让大家先回去吧。好，等悠悠休息好了，我会为她举办宴会，到时候再让悠悠认亲。厉景成找女儿的这3年，整个厉家上上下下都盯着他们。如今听说这宝贝女儿找到了，家族中的人纷纷想要看看这位小公主。爸爸，悠悠下意识回头抱住了厉景成的腿。宝贝，这是你的大哥厉兆星，3哥厉兆宇。厉兆星年纪最长，如今已经进入厉氏集团工作了。他眉宇间带着一种疏离感，但走到近处，却忽然对悠悠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悠悠，我是你大哥哥呀。另一边，一身青春朝气的厉兆宇，欢迎全天下最可爱最漂亮的悠悠小公主回家，我是小公主的骑士3哥哦。悠悠怯怯地看向厉景成，他们都是悠悠的哥哥，悠悠可以让哥哥们抱一下吗？看着2位哥哥期待的神情，悠悠有些害羞地点点头。哇哦，小公主真是太善良可爱了。厉兆宇抢先将人抱在了怀里。慢点，不要摔了悠悠，先带悠悠去看看她的房间吧。一进门，悠悠就觉得自己眼睛都要花掉了。这整个房间的色调都是粉色，这简直是一间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公主房。悠悠喜欢吗？好喜欢，谢谢大哥哥。悠悠只谢大哥哥嘛，这里面还有3哥哥的心意哦。谢谢3哥哥，谢谢2哥哥，谢谢爸爸。刚说完，不远处就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，还有2个飞奔而来的身影。来人一个是厉景成的8儿子，也就是悠悠的8哥，比他大4岁的厉兆阳，还有一个便是厉兆阳的同学，厉景成堂哥家的幼子厉成。橙子，快来了，我妹妹回来了。橙子，快来看。厉成远远地看了一眼悠悠，厉兆阳的妹妹瘦得像一只小猴子，能有多可爱？厉景成将悠悠放在沙发上，厉兆阳便急急忙忙凑近了去看悠悠，越看越觉得自家妹妹太可爱了，虽然黑点瘦点，但五官都很漂亮。哥哥，妹妹的声音真好听啊！我是你8哥哥。悠悠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8哥哥好。这个小瘦猴子好像真的比自家妹妹可爱一点。见自家的妹妹那么可爱，小8将自己平常最宝贝的箱子拿了出来。妹妹，这是哥哥送你的礼物。都是给悠悠的吗？全都是你的。可是我……不等悠悠说完话，厉兆阳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宝藏，转过身去。悠悠看出来了，这都是8哥最喜欢的东西。8哥哥，这些送给悠悠，就是悠悠的东西了。那悠悠也可以给8哥哥送礼物吗？悠悠从宝藏箱中挑出一个小娃娃，将剩下的还给了厉兆阳。8哥哥想让悠悠开心，悠悠也想让8哥哥开心。厉成突然哭了，悠悠和厉兆阳都奇怪地转头看向厉成。橙子，你怎么了？厉成的玩具零食文具全都被妹妹抢走了，但厉兆阳的妹妹竟然会主动将玩具零食还给他。杨子，你妹妹最可爱，悠悠，你可以做我妹妹吗？不可以。冷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一个身穿小礼服的少年出现在门口。悠悠，是我妹妹。5哥，悠悠，我是你5哥。5哥哥。厉兆之的耳朵瞬间红了起来，妹妹也太可爱了。悠悠，来爸爸身边。悠悠乐颠颠地跑到了厉景成身边。这几位哥哥悠悠都认识了，你4哥是个画家，他最近在国外开画展，等他回来再给你介绍。小6和小7是一对双胞胎，如今在参加夏令营还没回来，他们2个长得一模一样，悠悠到时候可以好好看看。悠悠掰着小手指头算了算，悠悠有好多哥哥呀。哇，悠悠有8个哥哥。吃过晚饭后，等悠悠睡着之后，大哥、2哥、3哥出现在客厅里。悠悠以前的日子很苦，我怀疑那家人是受人指使，我让人去查了。厉景成不知何时出现在客厅中，跟在身后的还有小4。最近那个女人还老实吗？父亲的意思是怀疑马林叔与悠悠的事有关。大哥厉兆星是最了解厉景成的，厉景成没说话。第2天一早，马林叔便上门了。马林叔来的时候，悠悠刚吃完早饭，坐在客厅。小雨、小杨，你们俩今天没去上学吗？厉兆阳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这就是悠悠，可怜的孩子，这几年在外头一定受苦了。马林叔一把将悠悠抱在怀里，悠悠觉得这个阿姨话里话外都像是很疼爱她，但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奇怪了，而且可能是她嗅觉比较灵敏，总觉得这个漂亮阿姨有些臭臭的。
是幽门螺旋杆菌，它感染了病菌，所以才会口臭，这是一种病。悠悠的耳边响起小圆八的话，他抬头看了看马铃薯。阿姨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马铃薯，那一瞬间，马铃薯对悠悠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喜爱。听村里的奶奶说，口臭是一种病，阿姨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怎了？怎么会呢？哈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可能是最近跑医院上火了。最近你妈妈病情有些反复，阿姨跟着进进出出，着急上火是难免的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，哇呜呜，我要妈妈。悠悠看了看厉兆宇的表情，瞬间就明白了什么，眼泪再也憋不住了。这悠悠，你怎么了？马铃薯凑上前来，想要再拱一把火。马阿姨，他几乎是一字一顿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这对不住啊，小雨，阿姨不知道你们还瞒着悠悠这件事，早知道阿姨就不说了。你妈妈那边实在是情况不太好。马铃薯话音未落，悠悠的哭声更大了。妈妈，马阿姨，请你快走，悠悠乖，我们等爸爸回来，好不好？厉景成回来的时候，悠悠已经哭了快半小时了，嗓子都有些哑了。悠悠，听爸爸说。妈妈，好了，我带你去看妈妈，好吗？悠悠用力点头。等会见了妈妈，一定不能再哭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你四哥，刚赶回来。悠悠记得昨天爸爸说这是一位画画很厉害的哥哥。四哥哥，悠悠，欢迎回家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你们的妈妈。女人因宝贝女儿丢失了，一度想不开自杀，被抢救回来后一直昏迷了3年，如今女儿回来看望她了。妈妈，小悠悠在心中喊了一声，又张了张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眼泪也瞬间就流了下来。乖悠悠，妈妈只是生病了，她睡一觉就会好起来的。爸爸妈妈真的会好起来吗？真的，爸爸是不会骗悠悠的。回程的路上，悠悠哭得累了，终于睡着了。睡梦中，她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小圆八的声音。小圆八，你妈妈生病了吗？你可以帮我治好妈妈吗？悠悠，能治好妈妈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我。悠悠不太明白，小圆八的声音变得很严肃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治好你妈妈，但是治好妈妈很辛苦，需要悠悠变得很强大、很厉害。悠悠要很努力、很辛苦才能做到。我可以的。悠悠不怕辛苦，不怕努力，悠悠要变得很厉害、很强大。那第一步就先从认字开始吧。那我怎么认字？认字就要去上学。悠悠，你已经3岁半了，也该去上学了。只有上学才能变得强大，才能治好妈妈。车子回到家时，悠悠刚睡醒。爸爸，我能去上学吗？厉景成一愣。上学就可以变得很厉害，悠悠要变得很厉害，这样才能治好妈妈。厉景成的眼眶有些酸涩，悠悠见状开口问道：爸爸，可以吗？好啊，悠悠想去的话，爸爸今天就给你安排。转眼间，悠悠回家已经好几天了。厉景成早先准备好的家庭聚会，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。悠悠，这条裙子喜欢吗？二哥哥，好多裙子呀，悠悠穿不完的。傻悠悠，今天可是你第一次在家族中亮相，哥哥们肯定要把你打扮得美美的。不用打扮也很美，悠悠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妹妹。厉兆阳不知何时将小黑抱了出来。看，小黑也有自己的裙子。小黑穿上裙子真可爱。妹妹，小黑的样子是不是跟我有点像？厉兆远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笑声引来了厉兆新。别闹了，快给悠悠收拾好，爷爷奶奶快到楼下了。与爷爷奶奶一同来的肯定还有大伯一家。悠悠忐忑走下楼梯，迎面便看到一个衣着华贵、气质雍容的女人抬眼看了过来，看了看悠悠的打扮，又看了一眼小黑，女人露出一个笑容。这就是悠悠吧？跟咱们家其他孩子真不像呢。妹妹，这是大伯母。大伯母好。这是爷爷和奶奶。爷爷好，奶奶好。我说锦城啊，这孩子做过亲子鉴定了吗？可别惊动了一大家子，最后是个冒牌货。这就不劳嫂子操心了，这孩子长得像我们夫妇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家的孩子。那就好，可不能让随随便便什么阿猫阿狗进了门，这厉家的财产分一份出去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悠悠，这是姐姐厉家。姐姐，
你就是那个乡下来的土丫头啊！悠悠一惊，她第一次直面同龄人的恶意，就不该把你找回来。你是不是要抢我的零食玩具？还有我哥哥吗？说到哥哥们，悠悠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但她又想让姐姐不那么讨厌她，然后把自己最喜欢的芭比娃娃递给姐姐。姐姐，这个给你玩。但丽佳一把推开芭比，这个芭比丑死了，我才不要玩呢。悠悠有些难过，这可是她觉得最漂亮的芭比。她身上这衣服是你搭配的吗？好丑呀，跟你一样丑，皮肤黑黑黄黄的，以为自己穿上公主裙就会好看吗？丑死了。对了，你是叫悠悠吗？你该不会不认识字吧？丽佳的话一句又一句砸在了悠悠头上，直接把悠悠的小脑袋砸晕了。小黑担忧小主人慢慢走了过来，丽佳露出厌恶的表情。臭狗，走开！小黑被丽佳一脚踹开，直接躺在地板上哀哀叫着。小黑，悠悠急忙跑过去看小黑的情况。这是怎么了？佳佳，是不是这只狗吓到你了？大伯母突然走了过来，居高临下看着悠悠和小黑。悠悠，不是大伯母说你，在我们丽家，狗这种东西是不能进家门的。尤其今天有客人，这种又丑又笨的土狗什么都不懂，吓到别人怎么办？你现在已经回了丽家，作为丽家人，可不能把村子里那些不好的习惯带回来。闻声赶来的其他亲戚也都面色冷淡地站在原地，众人的目光像是尖锐的针一样扎在了悠悠跟小黑的身上。悠悠再次瑟缩了一下。怎么了？二哥厉兆元、五哥厉兆志也闻声赶来。这里是悠悠的家，悠悠在家里想怎么样都可以。况且小黑一向很懂事，最能护主，只有察觉到别人对悠悠有恶意，才会出来。厉兆志说话不急不缓，但一双眼盯着厉家。厉家向来最怕这个哥哥，立刻后退了几大步。大伯母是长辈，佳佳也是姐姐，总不会长辈和姐姐来我们家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欺负悠悠吧？这么热闹，两个一模一样的人。悠悠立刻就意识到，这应该就是自己的六哥哥和七哥哥，一对双胞胎。悠悠，欢迎回家！哎呀，又被你这家伙抢先了。悠悠，我是你七哥哥，我叫厉兆良，很高兴认识你哦。六哥哥，七哥哥好。刚才听见很热闹，在说什么呢？厉家不满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悠悠身上，立刻尖声道：他放狗吓我。二哥哥，小黑好像受伤了。二哥，狗吓我。好了，佳佳，悠悠之前受了很多苦，你要多多包容她一点。你是姐姐，以后要带着妹妹学习，多跟妹妹亲近亲近哦。厉家不可置信地看着奶奶，奶奶平日最疼爱她了，如今也要叛变了吗？呜呜，你们都不疼我了，我讨厌你们。厉家哭着跑开了。这孩子平常还是太惯着他了。悠悠不要生气，姐姐只是跟你不熟而已，等你们小姐妹一起玩几天，熟悉起来就好了。悠悠不生气，以前村里的哥哥姐姐们都不喜欢悠悠，不喜欢带着悠悠玩，他们还会故意把悠悠丢在深山里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这是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宝贝，都说能保佑平安，奶奶今天就送给悠悠，希望我们悠悠以后平平安安。一边看着的大伯母眼睛瞬间瞪大，不远处躲在暗处的厉家又是一通恨恨跺脚。悠悠总觉得刚才两个哥哥回来的时候，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正这样想着，马铃叔就出现在了他面前。悠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谁敢信，3岁的小悠悠每天都会被舅舅追在街上扭打，就当相遇到失散的爸爸后，本想着能在厉家过上美好的生活，不料在宴会上的厉家人却是对小悠悠的排挤和冷嘲热讽。现在这个马铃薯阿姨居然还想着把小悠悠赶出家门。悠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见过你妈妈了吗？阿姨是你妈妈最好的朋友。悠悠走到了厉景成面前。你累不累啊？悠悠点点头。悠悠，爷爷奶奶累了。悠悠是这个家的小主人，能不能带爷爷奶奶上楼去休息呢？悠悠开心地看向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，跟我走这边哦。将2位老人送进房间后，奶奶夸奖悠悠：悠悠真棒，已经可以帮爸爸做事了呢。谢谢奶奶的夸奖。悠悠辛苦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好。悠悠走回自己的房间，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一阵心悸。马铃叔已经悄悄跟在了悠悠身后。悠悠心动一惊，悄悄摸上了手腕处的小圆疤，在心底默念道：小圆疤，小圆疤，帮帮我。马铃叔突然发现眼前的悠悠消失了，悠悠躲在一边，看到臭阿姨蹑手蹑脚的从自己身后的方向走来。奇怪，明明看到那丫头跑这里了。悠悠又摸了摸小圆疤，马铃叔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马阿姨。马铃叔被这突然的动静吓了一跳，他动作很大的转身。悠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马阿姨，你刚才不是在找我吗？悠悠啊，马铃薯露出一个笑容，凑近了悠悠，发现悠悠后退了一小步，马铃薯脸上立刻挂不住了。他又想起上次悠悠对着自己说口臭的事情。马阿姨，悠悠疑惑地看着眼前人，表情变来变去，最终马铃薯脸上定格出来一个虚假的微笑。悠悠啊，其实我才是你妈妈。悠悠再次后退，脸上抗拒。你想想，你妈妈躺在那里动弹不得，但是家里外外都需要有人操持。我跟你爸爸早就在一起了，只是你刚回来，怕你不能接受，所以才暂时没有告诉你的。不是的，你不是我妈妈。你这孩子，我告诉你哦，你妈躺了这么多年，早就醒不过来了。这厉家的女主人迟早都是我。马铃薯伸手想要将悠悠拉过来，却被悠悠一把推开了。等我当了你妈妈，一定会最疼你、最爱你，给你买多多的裙子和零食，还会每天接送你上学放学，每天陪你玩。悠悠依然不为所动，马铃薯面上笑着，心里已经在咬牙了。臭丫头，等我当了厉家的女主人，早晚把你送回韩家去。对了，悠悠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妈妈很不喜欢你，当年之所以会自杀，也是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生了个女孩的事实。悠悠眼眶红了起来，明显是想要问什么，却不敢问的样子。马铃薯心中一喜，他继续追问：你刚生下来，他看你一眼就哭一次。悠悠捂住自己的小耳朵，但恶毒的声音还在继续。他说怎么是个丫头片子啊？早知道是丫头，就把她扔掉了。悠悠终于忍无可忍，红着眼圈大声反驳。才没有，妈妈才不是这样的人。悠悠的声音中带着浓重的哭腔。我不要理你了，你也不要说了，悠悠不会相信你的。说完就要从马铃薯身边跑开，却迎面撞到了一个人身上。爸爸，受尽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能庇护自己的港湾。悠悠紧紧地将自己塞进爸爸怀里，厉景成心疼坏了，眼神刺在了马铃薯身上。马铃薯后退了2步。这孩子不过跟他玩笑2句，看他哭得可怜的。马铃薯硬着头皮笑了笑，想要拉住悠悠的手，悠悠转身甩开了他的手。厉景成将悠悠抱着侧身避了避。乖悠悠，跟爸爸说是谁欺负你了？马铃薯的心提了起来，果然，悠悠转头来指了指他。爸爸，马阿姨是妈妈吗？厉景成一双锐眼看着马铃薯，马铃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景成，我是跟悠悠开玩笑的，我是说做她的干妈，对，我是她妈妈最好的朋友，她妈妈从前也说过，让我给孩子做干妈的。不，你分明说的是你要做厉家的女主人。悠悠虽然人小，但她可不傻，马阿姨心虚了。开玩笑的，哼。呵呵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马阿姨还说妈妈不喜欢我，所以才会自杀的。妈妈还想扔掉我。厉景成勃然大怒，走到现在唯二的相爱的便是悠悠和妻子。马铃薯，我告诉你，悠悠是我和我妻子的掌上明珠。我妻子虽然病倒了，但她心里一直是惦记着悠悠的。你不该说这些话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你出现在任何一个厉家人面前。这些年不该拿的东西，你都送回来，否则你是知道后果的。马铃薯见状也稍微冷静了一点，随后厉景成就带着悠悠来到了宴会大厅。悠悠就正抱着小黑说话，一扭头忽然看到了戴伯母，他后退了2步。大伯母这次脸上的笑容真诚了不少，一只手拎着粉色的毛茸茸玩具，另一只手拉着丽佳。大伯母，佳佳姐。悠悠想了想，又对着2人身后的男人叫道：大伯，橙子哥。厉成立刻笑着冲悠悠点头。悠悠你好。大伯厉景博上下打量了一会悠悠，眼底划过一丝蔑视。悠悠愣愣地看着大伯，还是三哥厉兆宇出来对着大伯露出一个笑。大伯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我们家，真是辛苦了呀。厉景博一贯看不上这个侄子，只淡淡点头。你没有去上学吗？厉景博是厉家长子，但能力手腕都比不上厉景成，所以厉景成如今是厉氏集团的总裁，而厉景博这个长子却只能掌管一些分公司。三哥厉兆宇揉揉妞妞的头，带一行人坐了下来。大伯母将厉家扯了出来。悠悠，上次是你姐姐不懂事，这次姐姐特地带着她最喜欢的玩具来了。厉家很明显没有上次活泼，他低头站在悠悠面前，看着毛绒玩具的眼神中满是舍不得。佳佳，给悠悠道歉。厉家身子一颤，抬起头的时候，厉家已经满眼都是泪水了。悠悠，对不起。这就行了吗？佳佳，妈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厉家终于忍不住掉了眼泪。悠悠，对不起，上次是姐姐不懂事，以后一定会让着妹妹的。大伯脸上这才划过一丝满意。大伯母急忙将厉家抱进怀里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。厉景成正好从楼上走下来。悠悠还生姐姐的气吗？悠悠一愣，急忙摇头。大伯母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好了，悠悠，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玩具，你拿着玩吧。好了，进城，佳佳已经道歉了，之前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
大伯的语气有种盛气凌人的感觉。厉景成看了看悠悠，点点头，随后厉家出了客厅，悠悠悄悄跟在了对方身后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厉家的态度十分恶劣，悠悠有些不知所措的将手中的玩偶递出去。佳佳姐不喜欢悠悠吗？厉家看了一眼悠悠手中的玩具，眼泪再次憋不住了，他一把抢走玩具，将之扔到远处，恶狠狠地看着悠悠。不喜欢，我很讨厌你。悠悠有些受伤的收回自己的小手，哥哥们都比他大很多，原本以为佳佳姐会是他的第一个朋友，结果为什么呢？厉家却依然恶狠狠。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喜欢你。悠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急忙在心中求助小圆八。小圆八，小圆八。小圆八还没说话，厉家却主动向前靠近了悠悠。悠悠身上背着二哥给买的小小吸管杯，恐龙形状是悠悠最喜欢的。厉家一把拽开了悠悠水杯上的背带。你才不配用霸王龙淘淘的杯子。悠悠有些懵，不知道厉家在说些什么。厉家露出得意的笑。你这个乡巴佬野丫头，肯定不知道霸王龙淘淘。悠悠不明白这是什么。小圆八立刻道。肯定是一种桃子，能吃的桃子。悠悠肯定的回答厉家。是桃子？哈哈哈，才不是，是动画片。厉家突然想到了一种全新的能够让悠悠被自己比下去的思路。他是从满是牛粪的乡下来的，他们那里的人很少洗澡。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减法？26个字母，奇数、偶数、合数、质数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悠悠依然满脸的懵懂，小圆八也有些听不太懂，好像是什么书。厉家比悠悠大半岁，只上了幼儿园半年，能够学到的知识也很有限，但相比较大字不识的悠悠，厉家瞬间就高兴了起来。还有生物、化学、物理，这些你都不懂吧？小圆八比悠悠还着急，这些东西悠悠没有学习过，他也是说不出来的。小圆八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资料，但是都要悠悠学习过后才能解锁出来。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你这个傻子！厉家终于找到了自己擅长的地方，悠悠节节后退，他步步紧逼。二叔这么喜欢你，我以为你有多么优秀呢，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傻子，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傻子。悠悠侧过头去，厉家便对准他的脸。什么都不会的大笨蛋，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小废物，小笨蛋，小笨蛋。最后大伯一家人离开了，悠悠半夜躺在床上，脑海里都还是厉家不断重复的这句大笨蛋。爸爸真的会喜欢我这样的笨蛋吗？应该不会喜欢吧。悠悠想了想，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厉害、更强大呢？他手指摸到了小圆八。悠悠，小圆八，怎么才能变成很厉害的人呢？小圆八立刻打起了精神。要好好学习，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。拥有知识后，悠悠就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小圆八对悠悠很有信心，这一番鼓舞让悠悠也长了一点志气。什么是知识呢？悠悠还是有些不明白，小圆八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。知识是无所不能的，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悠悠还是不太明白。学习知识能够让妈妈醒来吗？小圆八斩钉截铁的道。那悠悠要好好学习知识，要早点叫醒妈妈。小圆八打了一个呵欠。悠悠，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你想学习知识，我们明天去了学校之后就能学到了。悠悠一惊，这才想起来明天是自己要上学的日子。真好，明天就可以去学习知识了。悠悠抱着被子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，随后就睡着了一夜好梦。第二天一早，悠悠就被厉景成叫醒了。爸爸，悠悠，起床了。宝贝，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是悠悠去上学的日子。宝贝真棒。两人到了幼儿园门口的时候，大一些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上课了。悠悠，这里就是幼儿园了。爸爸，你可以走了，悠悠要去上学了。厉景成有些哭笑不得，原本还担心这孩子不适应，没想到竟然主动让自己离开。去吧，悠悠要好好学习哦。等悠悠走到小班门口，已经有一位老师笑眯眯的等着他了。老师好。你就是悠悠小朋友吧？长得真可爱。谢谢老师的夸奖。不客气哦。悠悠跟老师进来。老师摸了摸悠悠的头，牵着他的手将人带进了教室。同学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哦。大家好，我叫悠悠。这话一出，所有小朋友都轰然笑了出来。悠悠的脸瞬间就红了。你没有大名吗？我们在学校都要称呼大名的。我叫厉悠悠。笑声再次传来，悠悠也抬头，跟刚才说话的小女孩对上了视线，发现对方正是厉家。哼！察觉到悠悠的视线，厉家冷哼一声。很快就下课了，悠悠想要过去跟厉家打个招呼，却被对方一把推开了。不要碰我！旁边立刻有个小男孩指责厉家。厉家，你太凶了，老师说我们要关爱新同学。厉家立刻又是一声冷哼。这时旁边一个小女孩大声道：
这不过厉家，这个人是厉家的堂妹，她是从满是牛粪的乡下来的。他们那里的人很少洗澡，每个人都是又脏又臭的。牛粪，好恶心呀！我没有，我不脏也不臭的。他们乡下人都不会学习的，说字也不会，字也不认识。悠悠有些难过，她确实还不认识字。到了学校3天的时间，悠悠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，她也不在意这些，每天只是努力的学习。老师，我推荐小老师来讲最后一道题。推荐哪个小朋友呢？厉悠悠。悠悠小朋友是刚转到我们班级的，他没有学过之前的课程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悠悠举起手来。老师，我可以讲的。老师有些惊讶，不过还是给了悠悠尝试的机会。勇于挑战自己，悠悠小朋友很勇敢呢，大家为他的勇敢鼓掌。这道题很难哦，悠悠小老师需要场外援助吗？悠悠摇摇头，像一只可爱的小孔雀，一摇一摆走上讲台，将这道题讲解了出来。Bananas 是香蕉 ，apples 是苹果。小男孩有些惊讶地看着悠悠，分明3天前，悠悠还是一个什么都不会，连数字都分不清楚的小朋友，才3天的时间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威严的小老师。同学们都听懂了吗？小朋友们都有些吃惊，不过还是零零落落的回答听懂了。下课之后，有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了悠悠身边。悠悠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怎么学习这么快啊？就一直看啊看，看得多了就会了。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可以的。2个小朋友的友谊就这么产生了。糖糖的妈妈是语文老师，糖糖带着悠悠回了自己家，悠悠才发现，原来糖糖家有一个家庭图书馆，好多书啊！只有多读书才能讲好故事，你也看一看。可是我不认识那么多字啊，我来教你。糖糖的书是很精致的儿童绘本，里面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图画，图画之后才会有几个字。悠悠连蒙带猜，竟然也能看懂，好神奇啊！临走的时候，糖糖又给悠悠装了一包的书，这些都是你能看懂的，慢慢来，图画和故事一起看，看得多了就会了。这句话是跟着悠悠学的。2个小朋友对视笑了出来。第2天是幼儿园的亲子日，悠悠带着一包书回到家时，厉景成正在客厅。悠悠，怎么这么多书？爸爸，这是糖糖借给我看的书，可以帮我多认一些字。悠悠喜欢看书吗？喜欢。爸爸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呀？爸爸明天要出差了，不过后天就会回来。悠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？爸爸回来给悠悠宝贝带礼物。悠悠摇摇头，有些苦恼地说。可是爸爸，明天是幼儿园的亲子日啊。又是你，悠悠，又是这条臭狗，怎么总是遇到你？可是爸爸，明天是幼儿园的亲子日啊。悠悠等等，爸爸安排别人出差，明天爸爸跟你一起去参加亲子日。没关系的，爸爸工作重要。我正好休息，爸，我陪悠悠去吧。大哥哥陪我去也可以的。第2天一早，悠悠带着大哥就来到了幼儿园。悠悠，最近在学校开心吗？悠悠点点头。昨天去糖糖家做客，糖糖还给我带了好多好看的绘本。今天的亲子活动是运动会，幼儿园经常举办这种活动，家长与小朋友们很快就分开了。大哥哥，你在那边，悠悠去另一边。悠悠认真的给厉兆星安排着，他自己走到了小朋友的一边，身边坐着的正好是厉家。厉家看了一眼厉兆星，对着悠悠就是一声冷哼。还以为二叔有多疼你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连亲子日都不陪你参加，二叔肯定不喜欢你。你这个乡下来的臭东西，你看着吧，等不了几天，二叔和哥哥们就都会讨厌你，到时候还要把你送回乡下。悠悠后退一步，厉家又进了一步。没人要的臭东西，你闭嘴！你凭什么让我闭嘴？厉家愤怒极了，一把就要将悠悠推开。他的动作太急了，导致脚没有站稳，自己却倒在了地上。哇的一声，大伯母和厉家的朋友急忙凑了过来。李悠悠，你把佳佳推倒了。悠悠推我，我才没有。是不是因为佳佳之前惹你生气了，你才推她的？肯定是，佳佳之前还跟你道歉了，你竟然这么对自家人。厉悠悠，你太过分了，是不是你们乡下人都这么凶悍？你进了幼儿园也改不掉那些坏毛病，所以才会动手推佳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现在佳佳摔伤了，要去医院看看。对，去医院。佳佳肯定很严重，你看痛的都说不出来话了。不是我。厉兆星走到悠悠身前，却被悠悠抓住了手。大哥哥，不是我，
刚才佳佳姐站的位置是这里，我站在这里。如果我是推倒她，她应该是面朝我倒下去，位置也应该是在我对面，而不是在我旁边。悠悠看向其他人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在认真听，但厉家的表情明显有些心虚了。厉兆星鼓励地看向悠悠，悠悠继续说道：况且佳佳姐比我高，力气比我大，我也推不动她。说着，出其不意地推了厉家一把，厉家纹丝不动。现在是他推我了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现在是他推你，意思是之前是你推他吗？我刚才分明就看到是你先动手的，你自己也承认了吧？悠悠在心里为好朋友堂堂点了个赞，大哥的脸也沉了下来。大伯母心里一梗噔，只听到厉兆星向来温和的声音带了一丝冷意：戴伯母，幼儿园是有监控的，不如我们一起看看监控。幼儿园的老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这神仙打架的场景，问大伯母：夫人，现在需要调监控吗？算了算了，小孩子之间的推推搡搡，难免的。调监控的话会让人笑话的。佳佳受伤这么严重，我们也很担心，还是调监控查一下事情的真相吧，毕竟都得去医院了。没有，刚才说着开玩笑呢。你看佳佳好得很，需要去医院吗？悠悠，你觉得的呢？算了，大哥哥。等待伯母一行人离开之后，悠悠才悄悄附在大哥哥耳边：佳佳姐最好面子，今天的事情已经让她在幼儿园彻底没了面子，她已经受到了惩罚。厉兆星这才真的对悠悠刮目相看了。回到家之后，厉兆星将这件事讲给其他人听，大二哥厉兆远发现了盲点。所以你们今天一上午，除去这件事情外，都很顺利。厉兆星点头，但很快顿住，竟然真的很顺利。厉兆星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自己往日一出门就会有各种倒霉的小事件，今天竟然一件都没发生，真是个福运小悠悠。悠悠，明天是带小黑去复查的时间哦，你还记得吗？悠悠扳着手指数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数清楚了没有，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哦，确实是明天。二哥给你准备好需要用到的东西，咱们明天上午带着小黑去宠物医院，记住了哦。早上8点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出发。小黑就交给叔叔了。悠悠眼巴巴地将小黑交到宠物医生手里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担忧。打针很痛的，悠悠虽然很勇敢，也很害怕打针。可以了，小黑恢复得很好，打完疫苗已经没事了哦。谢谢医生哥哥。打完针的小黑浑身都带着一点颤抖，缩在悠悠怀里，半晌都不愿意露头。二哥哥，我带小黑先出去好不好？厉兆远看了一眼抖啊抖的小黑，又看了看满脸担忧的悠悠。好的，你们先出去吧，但是要记得不要走远了哦。小悠悠拉着小黑来到医院门口旁边的小花园里，就遇到了厉家和幼儿园那个一直跟着厉家的女孩张宇。哇哇哇！啊！厉家一声惊叫，后退了几步，突然摔倒坐在了地上。佳佳，你没事吧？这个狗咬你了没有？厉家随身跟着的保镖立刻高度警戒起来，将悠悠和小黑围了一圈。又是你，悠悠，又是这条臭狗，怎么总是遇到你？还有你的臭狗！厉家还有些害怕，便指着小黑对保镖说：“这个狗咬我，你去把这个臭狗摔死。”厉家对小黑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来，当下就要让人弄死小黑。小黑没有咬你，是你先走过来的。小黑只是害怕你，叫了几声而已。是不是你家狗先跑过来的？这一点悠悠无法辩驳。可是小黑没有咬你，不能摔死小黑。这时有路过的人指指点点道：“又是一个遛狗不带狗绳的。这是那个小姑娘的狗把这个小姑娘咬了。现在的社会呀，咬了人还这么凶。”悠悠委屈地抱着小黑，但是小黑真的没咬人。臭狗咬我了，好疼呀！这下子围观的人更多了，左一句没有公德，右一句打死咬人的狗。悠悠抱着小黑，一人一狗瑟瑟发抖。两位姐姐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相信小黑没有伤人，小黑没有咬人。悠悠只有这一句话。这是怎么了？大伯母对着周围的保镖发出尖锐的吼声。佳佳，怎么回事？受伤了吗？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又是你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每次遇到你就没好事。大伯母的指控让悠悠瞪大了眼睛。把这条狗抓住，摔死它！大伯母跟厉家不愧是母女，对于小黑的态度惊人的一致。面对大伯母的逼迫，悠悠抱着小黑后退了好几步。小黑没有咬人。你说没咬人就没咬人吗？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悠悠一愣，她睁大眼睛问道：“那你们说小黑咬人了，有证据吗？”大伯母下意识看向厉家手腕，上面光洁一片，没有一点擦伤。大伯母看到了，悠悠当然也看到了，她再次对厉家道：“你说小黑咬人了，咬到哪里了？你哪里受伤了？”眼看着对方说不出来话，也拿不出证据，
悠悠抱着小黑坐在地上，伸手将小黑的嘴巴掰开。上次韩寒要打悠悠的时候，小黑想要咬韩寒，没想到被对方避开了，牙齿还受了伤。最近小黑连吃饭都是软烂的东西，更不要说咬人了。你们看，小黑的嘴巴前不久受过伤，牙齿都掉了好几颗。如果有牙龈的话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悠悠指着那几个缺口，而且咬到人的话会有血。你们看，没有血迹，也拿不出咬痕。小黑嘴周连口水都没有，所以小黑并没有咬人。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抱着一只只有她小腿长的小狗，逻辑通顺，言辞流畅，想要证明小黑根本没有咬人，但仍旧无法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。没有咬人又怎么样？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教的，一个小孩子竟然抱着野狗就出门。就算这次没咬，谁又能保证下次也不咬人？对，可不就是，看那个小朋友都被野狗吓到了，也难怪人家妈妈那么着急。要是我的女儿因为野狗受到伤害，我也肯定把这恶心东西直接摔死。围观群众的话给了大伯母更加嚣张的底气。小丧门星，难道你还没听见？赶紧把这野狗交出来！一群大人，恶意满满的丽佳，还有盛气凌人的戴伯母，逼迫着悠悠一个小朋友，一双双狠毒的眼睛，让悠悠又感觉回到了舅舅家里，被欺负、被打骂的无助时候。悠悠抱着小黑，眼含泪水不住后退，内心无助呐喊：没有，小黑根本没有咬人，他根本不会伤人。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，还要残忍的摔死他？小黑也在悠悠怀里发出呜的求助声。明明就是他先欺负人在先，小狗狗根本就没有咬人，也没有要伤害人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两个看起来比悠悠大一点的女孩子走了过来，一个眼睛大大的、十分漂亮的女孩点头说：我姐姐说的对，她欺负人的过程我也看到了。如果不是她先欺负人，那个狗狗根本不会发出声音。你们又是谁？哪家的小孩出来瞎捣乱？你们懂得什么？赶紧离开，少在这里碍事。终于有人肯相信小黑没有伤人，有人肯相信自己。悠悠抱着小黑，本能的往两个漂亮的小姐姐身边靠。两位姐姐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相信小黑没有伤人。我的小黑他很乖的，要不是我受了欺负，他根本都不会乱叫，他都是保护才这样的。而且悠悠想起小黑因为自己受到的伤害，语气有些难过。而且他受了很严重的伤，才刚好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那个女孩欺负你的全过程，我跟妹妹都看到了。我姐姐说的对，我们不光把看到的说出来，而且还有一双发现真相的眼睛。发现真相的眼睛，悠悠还是第一次听见这样好听的话。小萌萌对着悠悠露出个大大的笑。你别担心，我不害怕，这么可爱又保护主人的狗狗最好了。它叫小黑是吗？我可以摸摸它的头吗？我也要。当然可以。两只温暖的小手手搭在了头上，小黑发出一声舒服的哼叫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两个不懂事的臭丫头，你家大人没教过你们家教吗？赶紧让开，我今天非把这只野狗摔死不可。悠悠、小萌萌、顾灵烟三个人全然不把旁人放在眼里的护理，让大伯母更加怒火中烧。丽佳也是，本来她就够讨厌悠悠的，这下又来了两个同样讨人厌的人，他们还都向着悠悠那个乡下野丫头说话。我妈妈说的对，野狗就该摔死，野孩子也该滚回乡下。一旁围观的人虽然有不少讨厌里城市里不文明的养狗行为，但看见丽佳母女的跋扈发言，也都纷纷走起眉头。这位大妈，你刚刚说谁没有家教？明明就是你的女儿瞧不起人，还用言语侮辱别人。这个小妹妹难道只能被你的女儿欺负，连她的狗哼一声都要被摔死？小萌萌刚想附和姐姐说的话，就被顾灵烟握紧了手。顾灵烟从妹妹回家的那天起，就暗暗下定决心，她的妹妹要她来守护。现在又多了一个妹妹，面对这些嚣张无礼的大人，她必须勇敢起来。还有，你刚刚是不是在说我跟我妹妹没有家教？我看没有家教的是你的女儿才对。我跟妹妹有最好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才不会把我跟妹妹教成你女儿这样，只知道欺负的人样子。你大伯母被几岁小朋友对得愤怒至极，说你们没家教，就是没有家教，谁又闲工夫听你们在这耽误时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那个野狗给我摔死！对，摔死！大伯母指挥着保镖，丽佳也在心里暗骂：你们干什么？声暴喝，三哥厉兆宇带着保镖快步走了过来，他一把将悠悠和小黑护在身后，黑着脸看向大伯母与丽佳：怎么哪里都有你们？厉兆宇，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？三哥哥，悠悠别怕，有三哥哥在。本来被两个陌生的臭丫头阻拦，大伯母就够窝火的，现在厉兆宇又冒了出来。这只狗咬了佳佳，我要处理掉它。不好意思，大伯母，
我刚出来的时候听到这2位小妹妹给悠悠作证，小黑根本就没有咬人，我看丽佳身上也没有伤口。既然你执意要这么说，那一定要调监控了。丽佳连血都没流，您怎么一口一个小黑咬人呢？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，不如我们去看看监控。正好我想我爸爸也不喜欢悠悠被冤枉。厉兆宇面上带着笑意，但笑意不及言语。他刚出来就听到大伯母对着悠悠咄咄逼人的让他交出小黑，竟还敢让保镖对悠悠伸手。小黑对悠悠意义非凡，别说小黑没咬人，今天就算是小黑真咬人了，他也要保住小黑，不然哪有资格自称为悠悠的哥哥。悠悠，我们下次一起去游乐场就好了。大伯母一家对自家的恶意越来越明显，而且全都落在年幼的悠悠身上，也不知道父亲和大哥知不知道这件事。大伯母，需要调监控吗？正好其他人还在宠物医院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一个电话就能搞定。厉兆宇又冲着厉家说道：佳佳，小黑咬你哪里了？正好这附近有医院，我们去检查一下吧。这附近的医院是宠物医院。戴伯母恨恨地看了厉兆宇一眼，原本只有悠悠一个人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对小黑下手，但以厉兆宇的意思来看，是要把这野丫头维护到底。多大点事啊！戴伯母的笑意有些扭曲，伸手拽了厉家一把。佳佳，都是一家人，妹妹也不是故意放狗咬你的，我们就原谅她吧。不，我不要原谅她，我没有放狗咬人。悠悠与厉家同时脱口而出这个字，戴伯母见讨不到任何的好处，讪讪地将厉家抱进怀里。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，让这么多人看笑话也不好。悠悠一下子被提醒了，他目光坚定地看向大伯母与厉家。如果你们坚持小黑咬人的话，我们去调一下监控，监控肯定能拍到这些的。大伯母脸色更加难看了，连同在一起的厉家此时都露出了愤恨之色。围观的路人也纷纷开口劝说，刚才狗离那个小女孩那么近，可能确实没看清楚，不如一起去看向监控。是啊，看一下到底有沒有咬到，也有可能是咬到了，但是沒有傷口。这狗看起来也不像力气很大，也可能刚才小女孩被吓坏了，以为自己被咬到了。他们不会想看监控的。这时候小萌萌开口道：冤枉人的人怎么会愿意看到证据呢？我妹妹说的对，指责别人没有家教的人，都是自己没有家教。这位大姨，你最好先教教你的女儿先。顾灵烟小脸一脸严肃：你说谁是大姨？你们两个臭丫头，你们的爸爸妈妈呢？你爸爸妈妈在哪儿？被人叫大姨是个女人都不会高兴。大伯母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眼下她拿捏不了悠悠，还拿捏不了这两个臭丫头。叫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干嘛？这位大姨。小萌萌很讨厌这对母女，根本不想让爸爸妈妈见到他们。你见到我们的爸爸妈妈又能怎么样呢？顾灵烟看了看身边顾家保护自己的保镖道：你以为我们顾家会怕你吗？顾家。大伯母和厉兆宇心头同时一震，这座城市里除了他们厉家，再就是顾家。这两个小孩子难道真是顾家的孩子？如果真的那个顾家，他真的惹不起。而且他刚才被气懵了，漏掉那几个突然冒出来的保镖。现在看来，大伯母内心越想，面色越差。姓顾的多的是，谁知道你姓哪个顾？戴伯母强行婉尊说：不过是小孩子之间几句口角，还看什么监控？那么麻烦，赵宇你说是吧？佳佳，都是一家人，妹妹也不是故意放狗咬你的，我们就原谅她吧。大伯母说的哪里话？我们悠悠和小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自然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厉兆宇一副没完没了的态度，再加上旁边两个不知道是不是顾家的孩子，再扯下去根本讨不到半点好处。大伯母悄悄掐了一下厉家，厉家这才不情不愿的道：好吧，到此为止吧。小孩子之间的口角还是不要牵涉到大人。赵宇，你说呢？厉兆宇看悠悠焉焉的，便也不想跟他们争辩了，点点头说算了。一行人走了之后，他才蹲下身子，哄着悠悠：好了，悠悠，我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？游乐场。悠悠的灵动的大眼睛动了动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对小萌萌和顾灵烟道：两个小姐姐，今天谢谢你们，如果不是你们，小黑……想起刚刚的遭遇，自己差点就要失去小黑，悠悠语气有些难过。不客气的，你别难过，我跟妹妹只是讨厌有人欺负人而已。萌萌也点头道：我跟姐姐都喜欢小黑，也喜欢你，遇见这样的事，我们是一定会站出来的。真的吗？你们真的喜欢我？当然喜欢。小萌萌和顾灵烟同时开口：我也喜欢你们，那你们能跟我做朋友吗？幼儿园里只有糖糖喜欢自己，其他人都欺负自己，悠悠都交不到朋友。当然可以，我叫顾灵烟，这是我妹妹顾萌萌，我和爸爸妈妈都叫她小萌萌，你也可以这样叫她。嫣嫣姐姐你好，小萌萌你好。难得交到朋友，一下子还有两个。悠悠愉快地介绍自己：我叫悠悠，李悠悠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悠悠。悠悠你好。小萌萌主动伸出手，顾灵烟和悠悠也把小手伸出来。厉兆宇看着三只肉乎乎的小手重叠在一起，面色逐渐温和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悠悠还想不想去游乐场？大伯母今天闹出的事情，实在了委屈了悠悠。厉兆宇想带她到游乐场驱散一下心情。顾家的两个孩子，他不是不想带，毕竟他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而且厉兆宇只想好好陪自己的妹妹。
悠悠有些舍不得刚刚认识的2个小姐姐，但对游乐场的梦幻想象还诱惑着她。悠悠眨了眨眼，看着三哥厉兆宇。悠悠眼底的请求让厉兆宇有些犹豫。厉兆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萌萌就先伸出手，露出粉粉的电话手表。悠悠，我们下次一起去游乐场就好了。等下爸爸妈妈回来接我们先交换下联系方式吧。联系方式？对，联系方式。顾灵烟也把电话手表露出了出来。粉色和紫色精美的小方块露出来，悠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以前他听说过儿童电话手表，也在电视广告上偷偷看到过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好看。这个就是电话手表。悠悠，电话手表三哥等下就给你买，1块不够买2块，你要是都喜欢，就是全包了都没有问题。悠悠渴望的眼神让厉兆宇心头酸涩不已。他们兄弟每年淘汰下来的新款手机无数，他们的亲生妹妹竟然连1块最普通的儿童电话手表都没有。现在别说是电话手表专卖店，就是儿童电话手表厂，厉兆宇都能二话不说给悠悠买下来。因为悠悠没有电话手表，最后小萌萌和顾灵烟是跟厉兆宇交换的联系方式，他们约好下次一起去游乐场玩。这里好像是天堂啊！悠悠喜欢游乐场吗？悠悠双眼发亮的点点头。厉兆阳几个兄弟也到了，看着满脸笑容的妹妹说道：悠悠，还有这个。厉兆阳年纪跟悠悠最相近，他看到了班里女生们讨论过的小公主头纱，还有仙女棒，挨个塞进悠悠的手里。悠悠，做旋转木马要带这个。悠悠，快来这里，哥哥给你排好队了，好漂亮啊！悠悠坐在旋转木马上，不远处是几个哥哥举着手机给他不停的在拍照。游乐场梦幻的城堡，看着他温柔笑着的哥哥们，此刻悠悠真的感觉是最幸福的孩子。游乐场这种玩什么都需要排队的地方，哥哥多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。悠悠的几个哥哥生怕悠悠玩的不尽兴，纷纷去排队。下一个项目我看看哦。旋转木马项目刚停下，悠悠往设施外走的时候，厉兆宇低头看了一下行程安排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黑影猛然冲着悠悠跑过来。悠悠还没叫出声，嘴巴就被一个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男人给蒙住了。悠悠，我是舅舅啊！舅舅。哎，悠悠，你还记得舅舅吗？悠悠，我养你3年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3年前，要不是我捡到你，悠悠，你就可能会被人贩子卖到山里，也许已经洗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了。悠悠，是我救了你的命，要不是我，悠悠，你早就洗了。所以这次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，你得帮一帮舅舅。韩庆东的声音中带着狠厉的孤注一掷，悠悠被他大力的摇晃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对了，还有你奶奶，你忘记了吗？奶奶对你最好了。说着，还从不远处拽过来一个苍老的身影。悠悠晕晕乎乎转头去看，真的是奶奶。上次自己离开时还十分冷淡的奶奶，这次好像记起了从前那些和睦的时光。悠悠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最爱吃槐花玉米面饼了，奶奶给你带来了。奶奶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干巴巴的饼子。与奶奶一同出现的还有韩寒和舅妈。韩庆东他自己拉着韩寒和舅妈扑通跪下也就算了，他竟然还狠狠推了奶奶一把，把奶奶也推得跪倒在悠悠面前。奶奶！悠悠紧张地喊了一声：悠悠，你帮舅舅一把吧。是啊，你叫你爸爸放过我们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养了你3年多。悠悠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就这么彻底不管我们。舅妈跟着舅舅一同哭诉，韩寒跪在那里，一脸不情愿，2只眼睛里都是愤恨。他们这一家人从来都是对自己十分狠厉，还是第一次这样说软话。你们不要这样，奶奶，我……悠悠想要说什么，却被韩庆东一挥手吓得打乱了。悠悠还以为韩庆东要打他，3年的时间太长，悠悠有限的生命中，韩庆东在其中扮演的总是打人的角色，所以他才会条件反射的躲一下。你做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游乐场人来人往，刚才悠悠所在的项目又是游乐场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，这一家人往这里一跪，来来往往的人都被吸引了视线。厉兆宇匆匆赶来，连忙把悠悠抱进怀里，其余几位哥哥也速跑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见悠悠的几位哥哥都不认识自己，东心中放松了不少，他挤出一个虚伪的笑容。几位想必就是咱们悠悠的哥哥们。厉兆宇眉头一拧，觉得这一家人跪在这里就很可疑。你们先站起来说话。韩庆东没有动，他身后的韩寒想要站起来，却被母亲一把拉住了。我是悠悠的舅舅。游乐场里人这么多，厉兆宇想把悠悠交给小五，悠悠却摇了摇头。悠悠不走，他不是悠悠的舅舅。悠悠跟自己的亲爸爸相认，自然也就知道自己并没有韩庆东这样一个舅舅。韩庆东一听，立刻急了起来，做事就要把手伸向悠悠。悠悠赶紧往哥哥怀里躲了躲，小手抓着厉兆宇衣襟。悠悠没有舅舅。悠悠啊，舅舅养了你这3年多，你刚回家不到1个月，就已经忘记舅舅了吗？也对，舅舅家穷，不如你新家这么富裕，你是不是心里埋怨舅舅啊？韩庆东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你忘记了吗？舅舅给你买的糖人，还有新衣服，还有你最喜欢的心头花，这些你都忘记了吗？不是的。厉兆远厉喝一声：闭嘴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韩家人他每一个都认识，也知道大哥和父亲在对付他们。此时他们还能出现在这里，说明大哥和父亲还没有对他们下狠手。
厉兆远怕这些弟弟们冲动，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些都是韩家人，以前对悠悠并不好，我们赶紧带妹妹离开。”我们不走，二哥哥，悠悠没有舅舅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在场的人均是一愣，显然没有料到悠悠能这么说。悠悠奶乎乎又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他说的那些东西，唐人是因为哥哥打悠悠，打得很痛很痛，悠悠快被打死了。邻居都过来问悠悠，你为了不让悠悠说出去，才给买的糖人。”韩庆东呼吸一滞，瞬间锋芒在背。头花是你说在路边随手捡到的，没有人要，扔给我的。还有新衣服。悠悠一样样数着眼泪，忽然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村里的阿婆说你们虐待悠悠，村长来的时候，你买了一件新衣服给悠悠，但是之后整整1个月都没有给悠悠吃饭，悠悠好饿呀。韩庆东心绪狡辩，这不是最后也没事吗？厉兆宇等人几乎要气炸，这人有多无耻才能说出这种话？没事，是因为阿婆偷偷给悠悠吃东西，你还骂阿婆老不死的，多管闲事。悠悠的记忆力很好，复述当时韩庆东的原话，甚至连语气都能模仿到位。悠悠那么可爱，又挨饿又要遭受毒打，这人怎么能下得去手？这人肯定不是孩子的舅舅。在场的人全部义愤填膺，恨不得把韩庆东一家拉去刑场。娘舅娘舅，哪有舅舅这么对待外甥女的？这人简直是畜生不如。厉兆宇也开始把自己的手指掰得梆梆响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一拳砸在韩庆东脸上。今天悠悠终于敢把这些话说出来了，过往那些痛苦的回忆慢慢就都变成了回忆，他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就颤抖瑟瑟了。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悠悠啊，悠悠他哥呀，我这替你家养孩子3年多，虽然养的不是很好，但悠悠现在还是好好的，是不是？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看是不是？若不是你们，可能悠悠这3年都不用吃苦。你想要怎么样什么，直接说。大户人家的小子果然好骗。听见厉兆远这么说，韩庆东立刻惨笑着道：“也不多，对你们来说，就是找你们要一点小钱，也就500万吧。”多少？500万。无论在哪个年代，500万都不算是小钱。这人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小钱。厉兆宇气笑了出来。可在悠悠他们这一家能在这里活着喘气，都算是命好，竟然还有脸狮子大开口。他们兄弟之间想来有默契，对视一眼就明白彼此心底的注意。厉家3少虽然表面笑嘻嘻，但从来都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说的对，悠悠毕竟是你家养了3年，我们厉家人想来有恩必报，有仇也必须千百倍还回去。你养了我们悠悠3年，厉家不可能没有表示。可是我刚才听悠悠说你们对他不好。韩庆东的笑意立刻凝结住了，半晌之后，心虚的解释：“怎么会呢？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。我儿子臭小子不懂事，嫉妒我对悠悠好，所以有时候孩子们之间会有一些纷争。”就是兄弟之间吵吵闹闹难免的，您有这么多兄弟，应该也了解这方面吧？怕厉家几个兄弟不肯相信，他狠狠推了韩寒一把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欺负妹妹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悠悠，你之前吃饭就这样子，早知道你这么喜欢看，当初就该给你买个镜子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欺负妹妹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说着将人推到悠悠面前，跟你妹妹道歉，听到没有？韩寒屈辱低头，对着悠悠这个他从前一直看不上的小东西弯腰。悠悠，对不起，哥哥不该欺负你。你不是我哥哥。眼看着悠悠不听韩寒的道歉，韩庆东为了500万也是急了，立刻就狠踹了韩寒一脚。悠悠吓得一抖，几位哥哥们脸色更加不好看了。你干什么呢？臭小子不懂事，我教育教育他。说着又是一巴掌上去。这时悠悠看到舅妈忽然站起身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从前你不也经常打这个臭丫头吗？明明是你带头打她的，现在怎么全都怨在我儿子头上了？韩庆东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也别想活了。一个死丫头片子，打就打了，现在厉家是要怎么？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，这臭丫头我也打过，韩庆东打的最多，我看他厉家人能把我怎么样？舅妈的声势十足，音量又大，音色尖利，这一句话说出来，在整个游乐场里几乎有了余音绕梁的架势。正在这时，围观的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家走了出来，朗声说道：“这可是你们说的，我录音了。虐打未成年人是违法的，尤其这孩子还不是你们家的，这就是蓄意伤害未成年人。”悠悠小声的哇哦了一声。年轻人，这段话我已经录音了，现在我们就去报警去。他们虐待了这个小姑娘，警察一定会抓他们的。那就多谢老人家了，麻烦老人家跟我们一起走一趟吧。热心市民永远不止一个。从老人家站出来以后，陆续有几个青壮年站了出来。我们也可以给你们作证。对，我们一起把这一家人带到警察局去。这些丧尽天良的人，连孩子都打，不定干过什么坏事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最后一起往警察局走的人竟然有一群人，警局被这浩浩荡荡一群人的大场面震惊到，当即就立案，将韩庆东以及韩寒、舅妈等一行人抓了进去。
至于奶奶，悠悠说奶奶从来没有打过自己，而且年事已高，警局便没有抓她。今天的事情要谢谢爷爷你了。厉兆宇爽朗地冲老爷爷笑道：“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谁见了都会多帮一把的。”厉兆宇也是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这位老爷爷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。这祖孙俩人看起来日子过得不是很好。老人的衣服在不明显处打了补丁，整个衣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。爷爷，我饿了。那孩子看起来也只有3、5岁的样子，比悠悠高一点点。倒是我疏忽了，爷爷，我们也约了，不如大家一起吃顿饭吧。也谢谢您今天对我们施以援手了。路人老爷爷还要拒绝。爷爷，不要拒绝了，今天要不是您出面，其他几个人都不会站出来的。对啊，爷爷，悠悠请爷爷吃饭，谢谢爷爷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些孩子啊，就是太客气了。不过一顿饭的事情，老爷爷也就没有多做纠缠。不过一边说话的时候，老爷爷的眼神还往他们身后飘了飘。爷爷，您在看什么呢？悠悠有些好奇。没什么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厉兆元选定了附近一家餐厅吃饭，几个人坐定后，老爷爷身边的小哥哥对他露出一个笑脸。你好呀，你好呀。小哥哥名叫天天，今年4岁，他只比悠悠大半年。2个小朋友飞快地成为了好朋友，只是那位老爷爷反倒是沉默了下来。等菜上桌之后，悠悠就震惊了。老爷爷和天天小哥哥吃得很快，好像是根本就没有嚼，一碗饭就直接下到肚子里。悠悠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们，看什么呢？悠悠不是饿了，快吃。悠悠点头，但眼神还是时不时地往老爷爷祖孙俩人身上飘去。你看别人做什么？悠悠，你之前吃饭就这样子，早知道你这么喜欢看，当初就该给你买个镜子，让你看个够。悠悠吐了吐舌头，给二哥扮了一个鬼脸。2个人说话期间，那祖孙俩已经吃完饭了，让几位小朋友见笑了。眼看着天天小哥哥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老爷爷立刻站起身来，眼睛又飘了一瞬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老爷爷飞速说道：“既然已经吃完饭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一步。”不，爷爷，我还没吃完。小孙子急得开始嘟囔，但老爷爷已经将人抱起来了。悠悠妹妹，下次见哦。老爷子脚步很快地走出了餐厅。奇怪，他们应该是在躲着什么人。什么人呢？3哥哥可不知道是什么人，这得问他们自己了。哦，哥哥，悠悠也吃好了。几位哥哥还在吃，悠悠想了想，还是跟着祖孙俩人的方向出了餐厅的门。离餐厅门不远处的小巷子传出来一些声音，悠悠好奇凑上前去，正好看到里面有几个人将老爷爷祖孙2个人围了起来。老不喜的，今天吃挺好呀，还能进这种餐厅。你们想做什么？老头，劝你老实点，保护费没有交够，还想跑？没有交上的保护费是吃大餐去了吧？这餐厅吃一顿可不便宜，老不喜的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吃那么好有什么用呀？要钱没有？哼！老爷爷一脸正气，为首的混混冷笑着。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这么硬气，老不喜的，劝你想想你孙子了，你已经老了，但这不还有个小的吗？老爷爷低头看了一眼孙子，叹了口气，将所有的口袋都翻了过来，最后倒出了38块5毛钱。就这么多了，实在找不出钱了。哈，你说找不出就找不出了。给我搜，这个小的身上也搜一搜，万一能帮老头的找点钱出来，也算我们功德一件了。真的没有钱啊！老爷爷的声音听起来颤颤巍巍，还伴随着时不时的痛呼声。小悠悠听见老爷爷的痛呼声，鼓起勇气站了出来。你们住手！众人回头去看他，才发现是一个几岁的小奶包。小朋友，这可不是过家家，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。爷爷他们欠你多少钱？悠悠来给。你这个小毛丫头，手里都有多少钱？这么说着，他还是不断向悠悠靠近，整个人的目光都凝在悠悠手腕上。悠悠手腕上的电子手表一看就是高端，就算里面没有钱，小混混都会心动。你们要多少？我要这个数。他干脆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，悠悠干脆利落点头。给你。他随身带着的手表中有不知道多少的消费额度，他只记得爸爸说可以随便花。那混混的手机滴的一声轻响，对方收到了大额转账。混混一愣，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片子是真的有钱，此时对悠悠手腕上的电子表真的产生了兴趣。钱已经到手了，你们还不走吗？小丫头这么有钱啊，不如……说这话的时候，几人在缓步向悠悠靠近，悠悠紧张极了。小圆巴，小圆巴，救救我！小圆巴，小圆巴，救救我！一阵风忽然吹，混混们感觉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层白雾，白雾后隐隐绰绰有奇形怪状的影子。跳啊打！一群混混屁滚尿流的逃离了巷子。天天哥哥，你还好吗？天天也点点头。谢谢悠悠。老爷爷忽然抓住悠悠的手，刚才悠悠抬起手腕的时候，他便注意到了。那混混看到的是悠悠手腕上价格不菲的手表，而他看到的则是悠悠手腕上的小圆巴。这是……悠悠有些吃惊。小丫头，老头子原本是个算命的，今天你帮了我们祖孙，我给你算一卦，怎么样？悠悠并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不过看到老爷爷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他还是点头了。你的生日是哪天？悠悠想了想，将自己的生日告诉了老爷爷。老爷爷半眯着眼睛，半晌之后，双眼猛然睁大，整个人也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实在是……
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悠悠不明白，老爷爷拿出一本老旧发黄的古书。你这孩子心肠好，这应当是福气。这本书你拿好了，好好学习，认真研读，学会之后对你手腕上的小圆疤有好处。老爷爷看着悠悠茫然的样子，微微停顿了片刻，叹了一口气。老头子也看不懂这些东西。总之，你是个有缘人，你拿去研究吧。悠悠低头研究书的片刻，在抬头的时候，面前的老爷爷和天天小哥哥都消失了。悠悠，悠悠将手中的书递给三哥哥。三哥哥，你看。什么？厉兆宇看悠悠将白嫩嫩的手心递了上来。爷爷给了一本书呀。可是悠悠手上什么也没有呀。在这里。但厉兆宇只觉得悠悠在调皮。好了，悠悠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厉兆宇的手穿过那本书，握住了悠悠的手。悠悠惊讶地长大嘴巴。原来三哥哥看不到这本书啊。第二天早上幼儿园上课的时候，悠悠悄悄问好朋友糖糖：我想看一本书，但是好多字都不认识。放学去我家，我教你查字典。在糖糖的帮助下，悠悠终于顺利看懂了这本书的第一章。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悠悠感觉小圆疤突然一阵灼热，她低头去看，却看到了小圆疤处散发着若隐若现的金光。小圆疤，悠悠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你这里发着金光。小圆疤沉默了一瞬，语气忽然激动了起来。你能看到，用的是肉眼还是灵眼的？你应该不懂这个，是直接看到的吗？是直接看到的。悠悠，你的资质很好。最近悠悠跟着那本古书学习修炼，小圆疤经常有所感觉，但是没想到悠悠进步如此迅速。你闭上眼睛，有没有感觉身边都是五颜六色的小球球？悠悠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，确实有。小圆疤的语气更加激动了。好，你的资质要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他的语气变得更加郑重了起来。悠悠，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到了幼儿园之后，悠悠看到糖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。糖糖，你怎么了？我最近没有睡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一睡着，家里总会有奇怪的声音。奇怪的声音？我爸爸说要找维修工看一看，是不是哪里进了小动物或者飞鸟什么的。糖糖家很大，悠悠去过很多次，如果有小动物从门缝里钻进来，也确实容易产生奇怪的声音。悠悠本来不打算继续问了，但小圆疤却在这时突然出声了。悠悠，你跟着他去家里看看，正好可以试试你最近学到的东西。可是我不懂啊。没关系，一切都有我。再说只是看看，难道你忍心糖糖每天睡不好吗？好吧，那就去看看。糖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也想要帮助他。当天放学后，悠悠给厉景成打电话报备。爸爸，我放学要去糖糖家，今天要晚一点回家哦。厉景成有些不放心，但又不想干涉悠悠宝贝的人际关系。悠悠要乖哦，如果有事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爸爸，可以吗？知道的，爸爸。到了晚上，糖糖直接带着悠悠去了他们家客厅，指着一个角落，就是这里。悠悠，听我的，跟着我做。小圆疤成为了悠悠的指导老师。闭上眼睛，看这个角落。闭上眼睛怎么看？悠悠想到昨天小圆疤让自己看五颜六色球球的事情，便试着回想昨天的状态。过了一会，他突然发现眼前的角落里有一点灰色的什么，闪了一下，又不见了。小圆疤，这是什么呀？小圆疤没有说话，他睁开眼睛朝着那个方向看去，竟然看到了一只小黑狗。糖糖，你家什么时候养狗了？我狗毛过敏，我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狗。可是确实有一只小狗啊。小圆疤的声音再次响在悠悠的脑海中。悠悠，快抓住它！悠悠总觉得这只小黑狗有些眼熟，盯着对方上上下下的看了好久，才不太确定的喊了一声将军。小黑狗似乎一愣，接着尾巴小幅度的晃动了起来。悠悠终于确定了，这只狗是大伯家的宠物，名叫将军，他前些日子还见过一次。将军，来！悠悠想要将狗狗带回去，但手却直接穿过了将军的身体。悠悠惊疑不定的收回手。小圆疤语速飞快解释道：将军已经死掉了，是你大伯亲手打死的。现在你看到的只是将军的灵魂。自从你开始修炼以后，记忆飞速，你现在已经能看到一些实力弱一些的飘魂和气运了。飘魂？那是什么？是的，这只狗被下了咒语，它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这个角落附近，或者说只能在这个家里。这种情况下的灵魂就叫的附灵。一般情况下，只有足够忠心的灵魂才能够被驯化。这狗一定很爱它的主人。小圆疤细细解释。
地缚顶所在的位置，这附近的气运都会变低。像是这家人刚开始只是简单的睡不好，时间长了就会遇到各种倒霉事，最终各方面运道都会受到影响。也就是说，这只小狗在这里会影响到糖糖家的气运，对吗？悠悠思考之后做出总结，小圆八点头。那我们要抓住它，帮糖糖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也是小圆八来此的目的。你记得那本古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气生天地，万物有形。念着那句话，把小黑狗抓在手里，我就可以化解它的怨念，到时候谁都不会有事的。将军，将军。将军僵硬回头看着悠悠，悠悠有些害怕。将军恶狠狠咬在了悠悠手腕上，悠悠痛呼一声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悠悠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悠悠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糖糖急忙忙跑到悠悠身边，糖糖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没事的，这个很快就会好的。糖糖，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悠悠，你太棒了！两个小朋友的一番动作早就告诉了糖糖的家人，糖糖的妈妈只觉得是小孩子在玩闹。悠悠抓到了小狗狗呀，悠悠好棒呀！谢谢阿姨。糖糖妈妈从厨房端出来一盘喷香的烤鸡翅，从其中精挑细选了一只，递给了悠悠。这是奖励我们小悠悠的哦。悠悠眼睛亮晶晶的发着光，她喜欢这个阿姨，就像妈妈的感觉一样。当然了，糖糖小朋友也有奖励哦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也吃。悠悠抬起头，急忙招呼了糖糖的爸妈一声。糖糖爸爸是个很有威严的中年人，他似乎不爱笑，但看到悠悠的时候，还是尽力挤出一个微笑。这时，佣人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先生，有人来接悠悠小姐了。悠悠欢呼了一声，快要到他跟巴巴约定好的时间了，一定是巴巴来了。李总，好久不见。糖糖大名叫做李有堂，李家与厉氏集团一贯是王不见王的关系。厉景成与糖糖爸爸也是彼此在某些场合遥遥见过，并未有什么深交。厉总，悠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。谢谢夸奖，悠悠也经常跟我提起糖糖，恋爱很聪慧，很善良。对于家长来说，夸赞孩子要比夸赞自己更能打动人，两位爸爸也不例外。原本还有些生疏的关系，立刻在三言两语之间拉近了。我跟几个朋友最近在研究一个新的领域，不知道李总有没有兴趣？好说，明天咱们约个时间见面详聊吧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让小家伙们早点休息吧。糖糖爸爸对于厉景成更加欣赏了，两人当即约好了第二天会面的时间。从糖糖家出来，悠悠让巴巴在十字路口停了一下。将军，走吧，顺着这条路走到头，你就可以到家了。悠悠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厉景成最近一直觉得悠悠有些奇怪，今天之所以会推掉公司的事情来接悠悠，也是这个原因。爸爸，悠悠，答应爸爸，以后不要在外人面前自言自语，明白吗？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爸爸或者哥哥们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今天回家的时间有些晚，三哥厉兆宇和李管家在门口等着悠悠和厉景成。好了，我们悠悠小公主回来喽。三哥哥，李爷爷好。让我们去看看今天厨房做了什么好吃的呢？悠悠，换你最爱吃的菜，我亲眼盯着厨师爷爷做出来的。哇，好多好吃的。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爸爸，这是爸爸最爱吃的虾仁，给爸爸。悠悠，哥哥们爱吃什么呀？悠悠用手撑着小脸，一个个的说了出来，这才让哥哥们身上的醋味轻了一些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着饭，气势汹汹的大伯母踩着高跟鞋噔噔噔的走了进来，悠悠吓得差点洒了手中的汤。路过悠悠时，戴伯母还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厉景成面色不善的站了起来，爷爷奶奶和厉家远远跟在大伯母身后。吓死我了！戴伯母看了一眼，便嫌恶的转过头。蠢货，笨手笨脚的，一点都不如我家佳佳可爱。悠悠也急着站起来，但忘记了地上刚翻下去的汤汤水水，整个人被划了一个趔趄，一片绿色的菜叶跑到了悠悠的头顶。好在三哥厉兆宇手很快的将人拎了起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呀？悠悠知道二哥哥在嘲笑自己，转过头不去看他，正对上厉兆阳一张憋笑憋到通红的脸。大哥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悠悠实在是太好笑了。三哥哥，你先放悠悠下去。厉兆宇嘴里应着好，却故意把人放在最滑的地方，等悠悠站不稳的时候，又把人拎了起来。爷爷奶奶，帮帮我啊！悠悠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看人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他，尤其是本就很心疼他的爷爷奶奶。赵宇呀，把悠悠放下来吧。小花丫头，你还会搬救兵啊？话是这么说，还是将悠悠放下来了。悠悠一下地就哼了一声，显示自己十分生气的立场。这些坏人哟，天天就欺负咱们悠悠。悠悠来找奶奶，奶奶啊，最疼悠悠了。嘿嘿，奶奶真好。三哥最坏了，悠悠头上有个菜叶子，也不知道帮悠悠弄下来，奶奶帮你打他。说着，轻轻一巴掌拍在了厉兆宇的肩头。哎呦！悠悠吓了一跳，赶紧凑到三哥身边去看他，满眼担心的样子，让厉兆宇心头既好笑又温暖。
悠悠还生三哥的气吗？悠悠大眼睛里满是信赖，摇摇头说不生气了。谢谢三哥哥扶起悠悠，不然悠悠就要摔倒了。大伯母和厉家站在一边，看着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像是只有他们两个是局外人。这两个老不死的，平常是跟着自家生活的时候，也不见抱一抱佳佳，怎么如今到了厉锦城家，就对这个臭丫头这么讨好呢？悠悠总觉得身边有一道阴恻恻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，他转头一看，原来大伯母还站在一边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，面上一副狠厉的表情，看着自己的眼神仿佛要吃人一样。悠悠瑟缩着躲在了三哥哥身后。厉家人好不容易停下笑声，厉兆兴吩咐人添几副碗筷。不用了，我胃不好，吃不得冷饭。厉兆宇是个魂不吝的，挑眉笑道：那我让人热不热？大伯母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不过大伯母大晚上来我家，应该也不是缺这口饭吧？他说话一向不好听，大伯母心里憋气也说不出来，只是脸色更黑了。饭不饭都是小事，我们这样的人家，怎么可能就缺了一口饭呢？不过不是我这个做大伯母的说，悠悠这么大了，连个碗都端不住，这以后出去别人家要笑话的。大伯母说着，又看了悠悠一眼。悠悠勇敢地回看了过去，他不喜欢大伯母，就像大伯母不喜欢他一样。不过也是这孩子命苦，从出生就不在家里，乡下人估计也不会教育，所以这么大了才什么也做不成。大伯母忽然转了口风，虽然悠悠听着还是很不喜欢。说起来，悠悠出生那一年，咱们家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啊。对了，两位老人生病，也是悠悠出生那一年吧？厉锦城一愣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二哥厉兆远就冷哼了一声。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白天晚上思虑，自然会影响身体。大伯母还是要多读书的，不然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了，这可不好。戴伯母只是冷笑。上次从这里回去，两位老人可是又病了一场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犯了什么东西。这事，哎呀，可真是有些奇怪呢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眼睛去瞄悠悠。大伯母怎么老看我？是想吃鸡腿吗？悠悠听不懂他的暗讽，只是双手捧着鸡腿往大伯母手边递过去。大伯母怎么老看我？是想吃鸡腿吗？谁要吃这种东西？大嫂，厉锦城重喝一声：“这是我家，大嫂如果想耍威风，还请回家去。”大伯母，悠悠怯生生看了一眼大伯母，又看向了厉家，总觉得戴伯母身上有些黑气。小元八，那黑气是什么呀？是死气，这说明你大伯母亲手杀害过什么，才会沾染到对方身上的死气。小元八的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。大伯母杀害了将军。悠悠双眼都睁大了。小元八补充道，而且是最近的事情，他手上的伤疤还很清晰。看什么看？厉家察觉到悠悠的视线一直在自己跟妈妈身上转，恶狠狠地问悠悠：“佳佳姐姐，你认识将军吗？”提到将军这个名字，厉家的身子明显僵硬了一瞬。大伯母挤出一个笑，转过头来看悠悠：“是不是厉城那小子跟你提的将军啊？将军啊，是我家以前养的狗。”大伯母，将军找到了吗？呵呵，还没有。悠悠，小元八忽然有些激动地喊了悠悠一声。怎么了？看他手腕上的串珠。大伯母的手腕上戴着一个精致的手串，看起来是十分通透的白玉质地。这珠串有灵力，哇，它能够吸附灵魂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之前大伯母应该就是用这珠串吸出了将军的灵魂。大伯母在厉家处处碰壁，又惹得厉锦城也不高兴了。他看着这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太碍眼了，索性便抱起厉家。那个，我们先走了。正是这一动作，戴伯母手上的珠串顺着厉家的裤腿滑了下来，掉在了沙发的角落里。等人走以后，小元八才悄悄让悠悠将珠串捡回来。悠悠，这个珠串对你有所注意，以后再遇到类似抓将军的事情，可以事半功倍。第二天早上回到教室里，糖糖早上好。悠悠，真是谢谢你，从你去过我家之后，我每天都能睡好了。举手之劳啦。今天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正在用着午餐，悠悠便看到邻座的小朋友小易也端着汤走过来，但他脚下有一只小猫。小猫咪，快让开！小猫咪好像听到了悠悠的声音，回头倒退了一步，这一步正好挡在小易小朋友的爪子上。小易只觉得脚下一滑，踩到小猫咪的爪子上就摔倒了，一碗汤正好全倒在自己身上。小易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不好！小元八在悠悠脑海中叫了一声悠悠，可用你的珠串把小猫咪赶走。这只小猫咪是灵魂体，但它要是还踢小易的话，小易肯定会生病的。悠悠瞪大眼睛，原来这只小猫也是鬼魂啊！悠悠急忙凑上前去，一把将小猫咪抱了起来。珠串散发出的白光让小猫咪舒服了一些，它喵喵叫了几声，便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悠悠急忙将小猫咪从窗户放了出去，转头才将小易从地上扶起来。悠悠，你又做了什么？班级的代班老师是小兔老师，小兔老师最近几次三番抓住悠悠上课说话，这次看到悠悠站在小易身边，立刻质问道：“
是小一刚才摔倒了，我给他重新端了一碗汤。但是小兔老师根本不相信悠悠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小一跟前？悠悠沉默了，巴巴和小圆巴都不许自己透露出来的秘密。小兔老师一看悠悠低头不说话，以为他心虚了，哼了一声。今天悠悠表现不乖，把小一小朋友弄哭了，罚悠悠不许喝汤。悠悠难过的眼圈都红了，这是他在幼儿园最喜欢喝的汤，从周一就开始数着手指盼望着。小兔老师气呼呼的走了，悠悠也觉得很生气。悠悠不喜欢上幼儿园了。悠悠不要生气，我的汤给你喝。糖糖将自己的汤碗端过来，却被小兔老师远远瞪了一眼。下午上课的时候，悠悠心情一直不好。糖糖，我们去厕所吧。悠悠带着糖糖出了教室，便往幼儿园的门口走去。悠悠，这不是去厕所的方向。我不想上幼儿园了，我想去找三哥哥。糖糖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三哥哥他在哪里啊？糖糖也很喜欢厉兆宇这个有趣的哥哥。三哥哥说他最近在城郊的录制基地，离幼儿园不远，我们可以悄悄去看他。三哥哥那里一定很好玩。自从悠悠回家之后，几位哥哥都教了他许多东西，因此他十分熟练的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到了地址后，出租车便直接离开。半小时后，两个小朋友就到了电视台的录制基地。您好，请问一下，厉兆宇在哪里？在第3个房间。悠悠走到厉兆宇房间门口，听到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兆宇，你来帮我看看这个动作行不行？胳膊需要再抬高一些。他敲敲门。三哥哥，悠悠小公主，怎么今天来看三哥哥了？还有我们糖糖小公主啊。兆宇，是谁来了？忽然一个声音在厉兆宇身后响起，是一个男生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会产生好感。糖糖小声的哇哦了一声，悠悠却感觉有些微妙。兆宇，你有客人，要不我先走。是我妹妹和她同学。糖糖只能看到这人的皮相，悠悠却看到这人背后一层灰色的东西。悠悠，糖糖，这是我室友陶然。陶然哥哥好。小妹妹们好呀。说这几句话的功夫，陶然一直有意无意贴着厉兆宇。大热的天，刚跳了一身汗，你贴那么近干嘛？陶然只是笑笑。好了，悠悠，你们想吃什么？三哥哥今天请客。想吃炸鸡、汉堡和可乐。好，三哥哥满足2位小公主哦。几人往餐厅的方向走去，陶然顿了一下，没有跟上来。悠悠忽然发现，厉兆宇原本散发白光的灵魂，隐隐带了一丝暗淡。三哥哥，你最近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吗？没有啊，悠悠怎么这么问？这是有人在偷三哥哥的气运，只要给他画一个稳固气运的符即可。半小时后，厉兆宇哭笑不得地看着手腕上用圆珠笔画出来的手表。三哥哥，千万不要碰哦，这个手表有很大的用处。悠悠刚回到家，就给三哥哥打电话。意料之外，电话那边竟然传来一阵阵无人接听的忙音。1个小时后，厉兆宇才给悠悠回了电话。悠悠，三哥哥是去忙了吗？大哥哥说你肯定在忙着跳舞。不是跳舞，是陶然哥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直说手疼。那三哥哥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对了，悠悠，周5晚上是我们公演的日子，你能来看哥哥吗？悠悠一定会去的。2个人在电话里约定好了周5的会面。放下电话后，厉兆星看着悠悠说道：“这下子可以安心了吗？下次不可以逃学了，知道吗？不逃学了。大哥哥可以陪悠悠去看三哥哥的表演吗？谁叫我们家妹妹这么可爱，让哥哥无法拒绝呢？嘿嘿。”转眼到了周5，厉兆星小悠悠来到了选秀节目现场。这是一场很盛大的选秀节目，悠悠全程张着嘴巴看。就故意草木深，我听闻你是。悠悠口水快要流出来了。可是哥哥们唱的跳的真的很好啊，尤其是三哥哥，感觉三哥哥好看了很多啊，而且唱歌的时候声音真的跟说话不一样啊。是因为你保护了他。悠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下一个人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咦，这人正是之前跟厉兆宇贴近的那个陶然，他脸色苍白，整个人像是很不舒服一样。因为他心怀不轨，想要吸收你三哥身上的气运。我们上次画符之后，他才会悲伤的。悠悠，力量是无属性的，但掌握力量的人分善恶。如果用这份力量来作恶，终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。他很快就会被反噬了。小圆巴声音愈发平静，悠悠颤抖了一下。悠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冷了？大哥哥抱抱。等陶然表演结束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好半天才响起来稀稀拉拉的掌声。三哥哥，你离那个陶然远一点。要叫陶然哥哥哦。放心吧，悠悠，你三哥自己有分寸的。果然，上台之后，所有选手都站成了一排。悠悠看到三哥与陶然之间隔了很大空隙，
你们2个中间隔着的是银河吗？等厉兆宇重新回到家人身边时，满脸都是疲惫。三哥哥，你还好吗？原来节目中舞台出了事故，陶然想要趁自己掉下去的时候，将三哥哥一起拉下去，甚至要趁机彻底破坏三哥哥的气运，但都被三哥哥避开了。悠悠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三哥哥，这是秘密。秘密？厉兆宇一愣，接着笑了起来。自己可能是最近累着了，竟然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晚上悠悠回到自己的小房间。小圆巴，小圆巴，力量是用来守护家人的。我想要给哥哥们、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画上护身符。也许我们可以不用画的。悠悠果然顿了一下，再次翻开了那本古书。就像是珠串一样吗？你试试编绳。小黑，你咬这个试试。他将编绳套在了布娃娃身上，又让小黑去攻击布娃娃。小黑歪歪头看了主人一眼，似乎不太明白，但还是用力的冲着布娃娃撕咬下去。突然，小黑像是被什么东西拍了一巴掌，连滚带爬的就滚到了悠悠面前。悠悠一愣，忽然就抱着小黑笑了起来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爸爸，端午节就要到了，这是悠悠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悠悠端着一个小小的托盘，盘子上放着5颜6色的彩色钱。爸爸一个，爷爷奶奶各一个，这个是大哥哥的，这个是……把每一根彩绳都安排到位。悠悠盯着众人将彩绳戴好，这才严肃叮嘱：这个彩绳绝对不可以丢了，知道了吗？爸爸记住了。好，爸爸记住了。对了，二哥哥，你之前说要去外地进修，一定要保证不能丢掉彩绳哦。可是二哥哥的工作手上不可以带饰品哦。悠悠想了想，二哥哥可以戴脚上，这就不会有问题啦。厉兆宇有些无奈，悠悠真聪明。自从悠悠回来之后，整个家都热闹了起来，众人相视一笑，都接受了这个甜蜜的小彩绳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悠悠起床后就满屋子找二哥哥。喂，二哥哥。悠悠起床了吗？二哥哥，你已经去了外地吗？对哦，小悠悠找哥哥有事吗？带着悠悠送的彩绳吗？带着呢。二哥哥，一定要保管好彩绳哦。好的，悠悠。挂点电话，身边的同事一脸八卦的问道：谁的电话？我们厉医生说话这么温柔。我妹妹。小朋友知道我今天要来外地，担心的不行。有个妹妹真好。几人坐上去往进修地点的车，忽然听到一声惊呼，厉兆远一抬头，便看到一辆车直直的冲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家中的悠悠突然心慌的大叫了一声：二哥哥！悠悠，怎么了？三哥哥，二哥哥可能出事了。经历了上次的事情，立刻打给了厉兆远。厉兆远那边暂时无法接通，准备求助厉锦城的时候，电话忽然响了。小雨，悠悠还好吗？还好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二哥哥。悠悠刚叫了一声就哭了出来。悠悠，二哥哥这边没事，这些事对你没有影响吧？二哥哥，这些对悠悠没有影响的。没影响就好，二哥哥这边先处理剩下的事，先干了。悠悠小公主，请问你是不是天上下凡的小仙女呀？悠悠茫然抬头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悠悠今天那么早就起床了。这时候厉爷爷来了。爷爷早上好。爷爷最近心情很好啊，嗓门都亮了好多呢。你小子又打趣我，不过爷爷最近确实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。悠悠啊，要不要跟爷爷去钓鱼啊？要去，悠悠要去。好，就带我们悠悠去，其他人都不带。爷孙俩乐乐呵呵的来到了钓鱼的地方。下午的时候，厉爷爷终于收摊了。悠悠啊，你说怪不怪？平常我自己出来钓鱼的时候，一下午也钓不上来一条，每次带你来钓鱼，总是一条接一条的。你看看今天这收获满满啊！瞧瞧，还有一条20多斤的黑鱼，真不错啊！悠悠啊，你可真是爷爷的小福星。嘿嘿，爷爷，我们把这些大鱼和小鱼都放生，只留一条鱼拿回家好不好？好，爷爷都听悠悠宝贝的，一条鱼就够咱们吃了。今晚爷爷给你做糖醋鱼。好哦，爷爷做的鱼最好吃了。厉爷爷被逗笑了。好哦，爷爷做的鱼最好吃了。我老远听人说这里出了个钓鱼高手，没想到走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你呀，老厉，最近换了新钓竿了吗？来的人正是厉爷爷的好友。悠悠，这是王爷爷，是我的孙女，是个有福气的。她每次陪我来钓鱼，总能有许多大鱼上钩，刚钓起来一个20多斤的，你看。差点忘了，我孙女也跟着一起来钓鱼了。文，小乐，过来给厉爷爷打个招呼。王爷爷好，小乐姐姐好。悠悠你好呀。一顿问候后，王爷爷、小乐姐姐便走了。悠悠，你觉得小乐姐姐怎么样？小乐姐姐长得很漂亮。你这孩子，不过小乐这丫头确实越长越好看了。
悠悠啊，你说小乐姐姐给你做嫂子好不好？嫂子就是你哥哥们的妻子。她这个年龄的话，跟你大哥差不多，你觉得她做你大嫂好不好？悠悠想了好半天，最后摇摇头，不知道。那你明天问问你大哥哥好不好？第二天，小悠悠前脚刚从幼儿园的大门口悄悄溜出来，后脚就被人拎住了。悠悠费力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大哥厉兆星。大哥哥，嘿嘿，你今天没有去上班呀？麻烦小兔老师了，我先带悠悠走了。听到厉兆星说话，悠悠才回头看了一眼，原来是小兔老师正好跑出来了。悠悠哥哥，要不还是让悠悠进来吧。上幼儿园这种事，还是得孩子们慢慢习惯的。悠悠想进去吗？不想，大哥哥，我不想上幼儿园。厉兆星只好无奈地拒绝小兔老师。悠悠今天不想去，没关系，等他想去的时候再去吧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只剩下气呼呼的小兔老师还守在幼儿园门口。大哥哥，我们今天去哪里呀？跟我去上班。好哦，悠悠最喜欢去上班了。兄妹俩刚走到公司楼下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小乐姐姐。你怎么认识他？昨天跟爷爷去钓鱼遇到的，爷爷要问大哥哥要不要小乐姐姐做嫂子。厉兆星一滞，有些不自在。爷爷跟你说这些是干嘛？两人说话时，不远处的小乐已经看到他们了。悠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乐姐姐好。厉兆星淡淡冲着对方点点头。我爸正好要来跟厉总谈一些事情，我就跟着过来了。正好有些无聊，可以跟着你们一起上去吗？三人一起来到办公室后，厉兆星临时被通知开1个半小时的会议，他便将悠悠安排在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悠悠，你就坐在这里，等大哥哥忙完了来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大哥哥你先去忙吧。说完，厉兆星便离开了。悠悠喜欢吃果冻吗？姐姐刚好带了些果冻过来，这是白桃味的哦。悠悠果然产生了好奇，她大眼睛扑闪闪地看着果冻。没关系的，吃吧，这都是姐姐专门买给悠悠的。谢谢小乐姐姐。小乐姐姐，这是我哥哥买的巧克力，超好吃的，你尝一尝。两个人像是交换了零食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。小乐姐姐笑了笑。悠悠先等一下姐姐，姐姐去一下卫生间哦。好的。等了一会，还没等到小乐姐姐回来，悠悠也想去卫生间了，便顺着路走了过去。一走进去就听到有人似乎很痛苦的呕吐声。悠悠想到小乐姐姐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这个野丫头真讨厌，她还给我分享巧克力，黑乎乎的东西跟她一样恶心，我真是一看就想吐。悠悠听出来了，野丫头是在说自己，好吃的巧克力也被她嫌弃恶心。悠悠一下子就懵了。要不是为了拿下厉兆星，我才不愿意跟臭丫头一起玩，这半天站得我脚都疼死了。悠悠心神恍惚之下撞到了门把手，木门吱呀响了一声，里面的人立刻警惕询问是谁。等小乐姐姐跑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悠悠。小乐姐姐，这个门好像有点坏了，我刚才推了好久，手都痛了才开了。悠悠抬起头，眼角挂着2滴泪。呼呼，姐姐给你呼呼，呼呼一下，痛痛飞走。如果不是悠悠前1秒刚听见对方的话，她肯定会以为这是一个真心关爱自己的人。悠悠还痛不痛了？好多了，谢谢小乐姐姐。是姐姐不好，上厕所太久了，让我们悠悠小宝贝担心了。小乐十分亲昵地将悠悠抱回了厉兆星办公室。悠悠一抬头，正好看到大哥哥，带着哭腔喊道：“大哥哥！”怎么了？厉兆星立刻将悠悠抱进怀里，十分防备地看了一眼小乐。乖悠悠，告诉大哥哥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是啊，悠悠，难道是刚才推门弄得手还疼吗？要不要小乐姐姐帮你上药呢？小乐心中有些惊慌，对着厉兆星解释道：“刚才我去卫生间了，这一层卫生间的门有点问题，悠悠推了好久没推开，可能手心被碰到了，要不要涂点药呢？”让大哥哥看看，这里还疼不疼呀？没事的，大哥哥，只是有一点点疼，现在好了。不疼就好。对了，今天下午是王爷爷的寿宴，悠悠想去参加吗？王爷爷，那不就是小乐姐姐的爷爷吗？悠悠看了一眼小乐姐姐。悠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哥哥就先把你送回去，之后再去王爷爷家。正好，我跟你大哥一起回家。大哥哥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小乐不免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失望，这次悠悠正好在看他，没有错过这个十分明显的失望表情。哥哥，你带彩绳了吗？带了。寿宴上的人很多，不过悠悠只需要跟在大哥哥身边，等大哥哥与人说话就可以。悠悠是不是有些无聊？要不要出去玩一会？不了，我就陪在大哥哥身边。小乐不知何时出现在两人身边。兆星哥，我敬你一杯。不说敬，我们是平辈，一起碰一下吧。他对于小乐没什么非分之想，身边的长辈亲友们虽然有意促成两人的婚事，但他心中一直是将这个世交家的女孩当妹妹的。厉兆星痛苦捂着小腹，整个人都站不起来了。大哥哥，兆星哥，厉兆星，你怎么了？小乐也急忙凑上前去想要搀扶厉兆星，却被悠悠恶狠狠一把推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快叫救护车！
直到救护车来临，厉兆星开口说道：“悠悠，吓坏了是不是？要不悠悠就先交给我吧，一会我让人送她回去。”不，我要跟大哥哥在一起，我要跟着救护车去救大哥哥。既然这样，走，我也一起去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大少爷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好在他的身体对这些反应极大，如今已经都吐出去了，吐出去就好了。这一番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吃了什么东西？应当是一种新型药物，如今本国还未见过，但我看这药的成分有些像是欧洲那边很流行的一种 CQ 药。这下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厉兆星。我就喝了几杯酒，最后喝的是最后一杯，是我家小乐丫头递给赵星的酒。酒杯还在吗？王爷爷叹息一声，是我治家不严。厉家与王家是世交，两家的生意往来十分密切，厉景成自然不会在这种场合直接跟王爷爷说什么。等人都离开后，悠悠才上前说话：“大哥哥，你有没有事啊？”悠悠不用担心，大哥哥没事。对了，刚才彩绳似乎被烧了。厉兆星一惊，看向手腕戴着的彩绳，果然没了。悠悠，这些事情到底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不会有影响的。厉景成才对厉兆星道：“如你所见，这是咱们家的秘密。所以我会吐，是因为彩绳的原因吗？”彩绳可以保护大哥哥不遇到坏事，没想到这是喝进去的坏东西，所以只能吐出来了。原以为娇弱可爱的妹妹竟然有这么大的秘密。大哥哥，你会觉得悠悠很奇怪吗？怎么会呢？悠悠有自保的能力，待哥哥高兴还来不及。如果以后有坏人对悠悠不好，悠悠千万不要留手，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坏人。不过这是咱们家的秘密，悠悠不可以对外面的人说哦。另一边，王爷爷回到家中之后大发雷霆，让小乐给我滚出来！无人敢反驳王爷爷的话。小乐很快就来到了大厅。爷爷，小乐呜哭着坐在了王爷爷旁边。谁教你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？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了，我们王家还要不要做人了？爷爷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，但是我喜欢厉兆星，他几次三番拒绝我，我只是想着，要是能让大众都以为我们在一起，他以后也不会拒绝我了。爷爷不是也说厉家几个孩子养得很好吗？厉兆星是铁板钉钉的继承人，如果我能嫁给他，我们两家的合作肯定会更稳固。厉家成年的3个儿子中，只有厉兆星话语权最大。如果我能成为厉家长媳，那爷爷再也不用担心王家的家业守不住了。王氏集团这几年的经营每况愈下，王爷爷虽然已经退休了，但还是挂心着企业的事情。如果真的能够跟厉家联姻，那作为姻亲，厉家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王家衰落的。这也是王爷爷之前一直考虑的事情。爷爷，请爷爷帮我，厉兆星最是孝顺，如果厉爷爷这边能松口的话。王爷爷长长叹息了一声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切记以后不能再动这些歪门邪道了。知道了，爷爷。等小乐离开后，王爷爷给厉爷爷打了个电话。老伙计，最近在哪里钓鱼呢？还是老地方。是这样，你之前不是跟我提过我家小乐跟赵星的事情吗？这事也怨我。今天的事情呢，赵星也没出事，你看能不能看到我的面子上原谅小乐呀？厉爷爷叹息了一声。孩子们年纪还小，一时糊涂的事情也是有的。王爷爷心中一喜。这件事情传出去多少不太好听，以我来看，不如直接将2个孩子凑在一起吧。日后要是有人说起来，也是咱们自家的家务事。老伙计，你说呢？现在不比从前了，年轻人啊，还是让他们自由恋爱去吧。爷爷竟然拒绝了王爷爷。悠悠小嘴张大，有些惊讶。小丫头，爷爷，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小乐姐姐吗？小乐从前看起来也是个好孩子，怎么如今变成这样了呢？他想要给赵星下药，这便是心思不正。这种心思不正、作风不正的女孩子，怎么能进我们家的门？厉爷爷看着悠悠似懂非懂的样子，又说道：悠悠，我们生在富贵人家，多的是人想要拉你沉沦，因为你有这个资本，而他们又能得利。但你自己要持正心态，无论掌握怎样的财富和力量，都要做一个正派的人。人生在世，早晚化成灰，但若是行差踏错，必会遗臭万年。说得对。悠悠耳边忽然爆出一阵附和声，悠悠吓了一跳，才发现原来是小圆八。小圆八怎么忽然这么激动呢？悠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掌握力量，运用力量，一定要慎重。我们身负多大力量，就要为社会做多大贡献。爷爷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人。厉爷爷欣慰地拍了拍自家小公主的头发，却又被对方嫌弃躲开了。爷爷，头发乱了很难梳的。哈哈哈。过后几天，悠悠总觉得放学路上有人跟着自己，偏偏一回头又看不到对方的身影。小圆八，是谁在跟踪我呢？可我没感应到。小圆八，你帮我躲起来吧。悠悠的身影忽然从原地消失了，背后跟着的人很明显有些惊慌，急忙跑过来查看情况。悠悠和小圆八清楚地看到，这人竟然是小乐。
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小乐背后出现了浓如墨的黑雾，那黑雾仿佛已经将小乐完全吞噬了。小圆巴，小乐姐姐还有自己的意识吗？有的，这黑雾之所以能吞噬它，是因为它主动将自己融入之中。看它脚下的黑雾，它从前有过虐猫的罪孽，那些被它虐待而死的小猫灵魂都附着在它身上，使得它戾气愈发重了，也使它吸引了一些恶人。人要沉沦，总会特别容易。小乐找了半天没找到悠悠，便冲着一个方向去了。悠悠想了想，跟在对方身后，7拐8拐之后，小乐竟然在一家咖啡店坐在了马铃叔的对面。悠悠一惊，没想到还能再遇到马铃叔。他为什么会畏光呢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小乐与马铃叔两人说了许久，马铃叔将一样东西递给了小乐，便站起来离开了。小乐将那东西很宝贝的收藏了起来，左右看了看，没人在意他们，便站起来准备跑。他们要吃霸王餐！咚的一声，整个咖啡厅都听到了这一声响。是想要逃单吗？这位女士，这是王家小姐。不远处喝咖啡的一个人从前见过她，此时连忙解围。应该是误会一场吧。王小姐，他们消费多少？我买单吧。先生您好，一共消费58元。咖啡厅众人听到又是一阵无语，还以为是多少钱，没想到王家小姐连58元都掏不出。厉悠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回到王家之后，自然被王老爷子以及一家人轮番训斥了一遍。爷爷，上次的事情多少吓到了悠悠，我还一直都没有登门道歉呢。今天在外面想了很久，觉得自己从前就像是被蒙住了头脸一样，做了很多错事。爷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行，那我让人送你，这次一定不要胡闹了。于是第二天放学的时候，悠悠再一次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了小乐，一团黑站在悠悠面前。悠悠，悠悠，小圆巴，小圆巴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这女人没救了。对了，她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，一看就让人觉得危险。悠悠，小乐姐姐上次是不是吓到你了？这次啊，姐姐是特地来给你道歉的。你看这个发卡，你喜欢吗？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，小女孩们最喜欢了。来，姐姐给你戴上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不断的往后退，但退了2步，他发现自己退无可退了，因为身后站着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，是小乐随身带来的保镖。悠悠忽然想起巴巴也是给自己配备了保镖的，他急忙叫道：“保镖叔叔，快来救救悠悠啊！”这边说话间，小乐已经飞快将发卡戴在了悠悠头上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悠悠就察觉到了自己四肢发软。悠悠，保镖急速赶来，但最先来的人竟然是大哥厉兆星。悠悠，厉兆星一把将悠悠抱在怀里，悠悠像是终于攒够了力气，努力抬手将蝴蝶结摘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厉兆星这次是真的愤怒了。大哥哥，不要碰那个东西。悠悠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姐姐只是想给你赔罪而已。小乐此时还勉强说着这种话。住口！王小乐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报警吧！厉兆星对紧随自己之后而来的保镖说道。王家的保镖有些犹豫，想要上前阻拦，却被厉兆星一声喝住了。此事我会跟王家沟通，不会涉及到你们的。现在你们可以走了。不许报警，不许走。小姐，家主来电话了。王小乐，你给我坐牢去吧！从今天开始，就当我家没有这个孙女了。走出厉家的那一刻，王爷爷回头叹息了一声。王家和厉家的交情算是彻底完了。回家后，悠悠的脸色已经好看了很多。是不是被吓坏了？爷爷，悠悠没事。我们悠悠这么好的小丫头，就被小乐那个鬼迷心窍的吓着了。爷爷不会放过那个女人的。幸好没成啊，这要是成了，这丫头肯定是霍家之源。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小圆巴叫住了他。悠悠，那个蝴蝶结，你把它拿出来。你看看这本书上有没有记载可以操控别人的术法。悠悠真的找到了。借助外物可以控制人的思想行为，这好像皮影戏啊。就是这个，你学会了以后，就可以通过这个蝴蝶结去操控对面的人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术法，不过以你的资质，1周应该能。小圆巴话音未落，便看到悠悠口中念念有词，蝴蝶结竟然隔空飞舞起。哇哦！小圆巴忽然安静了下来。小圆巴，你看，飞起来了。我看到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1周？没什么，忘记了你是天才。飞起来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看看，顺着蝴蝶结里留下的印记去回溯，看看能不能看到那边的人是谁。是马阿姨，我要让她去警局自首，她做了坏事。那就开始操控蝴蝶结吧。2个人屏气凝神地看着，马铃叔很快就要自己走进警察局了。突然，一道黑影出现在马铃叔的身体，悠悠与小圆巴俱是一怔，这一下恍惚的时候，对面的联系就断掉了。
就差一点了。那么黑的影子不知道做过多少坏事，我还要试一下。悠悠又念着咒语去操控蝴蝶结，没想到蝴蝶结晃晃悠悠飞起来后自燃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说明对方力量远强于你。悠悠，这件事情先放下吧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应付的事情，来日方长。不，我都要把他送进警察局了，坏人就要去坐牢。悠悠跑出门去找厉景城。爸爸，我昨天看到那个马阿姨了，她跟小乐姐姐说了好多话，他们一起吃饭还逃票。这句话使得厉景城警惕之心立刻升了起来。马铃薯永远是个祸患，之前做过那么多错事，也是时候让他付出代价。半小时后，消息反馈回来，找不到了，那么大一个人，你们说怕人间蒸发了？再找。他怒气冲冲地挂掉电话，看着等在身边的悠悠，有些愧疚。悠悠，爸爸没有找到马阿姨。好吧，但是爸爸，马阿姨是坏人，我们一定要早点抓住她啊！一道歇斯底里的女声在门外响起，悠悠被这声音吓得抖了一下。厉景城来到的时候，门口的保镖们已经控制了态势。原来是小乐来了。小乐双眼通红蒸散的黑气，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被浸润的黑气，浓郁到悠悠都想退后3米。悠悠，我们先回去，你们把人送回王家，告诉他们，如果管不住的话，厉家可以代劳。我不走。小乐的声音更加激烈，到最后有一种勇气的造孽太多了，如今业力回馈了，那些虐待小动物的人都会如此，全是他们自作孽而已。5月的幼儿园有个重大活动需要准备，那就是6一儿童节，真正小朋友的节日。糖糖，我不喜欢跳舞。我喜欢呀。悠悠，裙子飞起来会不会很漂亮呀？糖糖穿着漂亮的裙子跳起舞来，肯定会很好看的。终于到了5月31日，上台表演之前，小兔老师在叮嘱小朋友们，大家看着我的动作哦，小朋友们上台一定不要哭哦。悠悠，听到了吗？上台之后不许哭哦。小兔老师着重叮嘱，因为今天悠悠的爸爸和哥哥们都会来看表演，小兔老师不想在他们面前丢脸。我才不会哭。上台之后，果然乱象频出。悠悠的舞伴叫做可乐，他刚走到舞台中央，就咧开嘴哭了起来。别哭了，悠悠，有黑影，我害怕，哇哇哇！别看了。台下的3哥厉兆宇的最开心了。那个小男孩好逗呀，一直在哭。悠悠才是真的又乖又可爱，他的舞伴都哭成那样了，他还能淡定的跳舞。好不容易小班的舞蹈到了，台下的家长们哄笑声一片。悠悠看着一直在哭的可乐，只好将人又拉到了台下。好了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别哭了呀。老奶奶，女娃子，你看得到我？好了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别哭了呀。谢谢谢谢悠悠。哇！震天的哭声再次响起，悠悠有些无奈。可乐害怕的黑影其实就是他刚才看到的老奶奶。老奶奶一看可乐还在哭，凑得更近了。哎呦，这娃子咋一直哭啊？是不是生病了呀？老奶奶，女娃子，你看得到我？悠悠，这是老奶奶的灵魂。哎呀，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跟人说话嘞。不过会不会对你这个小女娃子不好哟？快不要理我老婆子了。悠悠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哎呦，这个娃子终于不哭嘞。老奶奶，你认识可乐吗？认识哟，咋个不认识嘞？这是俺曾孙，今儿俺就是来瞧他的。原来是可乐家的老人。悠悠放心了很多，可乐还是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，问悠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悠悠，你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可乐，你认识你太奶奶吗？可乐凝眉思索了好半天，才点点头。他年龄还小嘞，不记得俺也是正常的。这团黑影不是坏人，是你太奶奶担心你，所以才来看看你。太奶奶，我可以看看他吗？可以的。小圆巴，小圆巴，怎么能让可乐见到他太奶奶呢？我不会，你会。最善良的小圆巴一定可以满足这个老奶奶最后的心愿，对不对？小圆巴这才别别扭扭掏出方法。你用手指压住可乐的眼皮，对着他念清心灵怒咒。悠悠一言试了一下，可乐再次睁眼，果然奇奇怪怪的黑影消失了，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奶奶站在面前。太奶奶，哎，可乐娃子哟，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？长高了咩？长胖了咩？正在这时，更衣室外面传来一声叫唤：“可乐，换好衣服了吗？你妈妈来了，那我该走了哟，我就不该打扰孩子们。”太奶奶，拜拜。太奶奶走了。悠悠，你好厉害啊！悠悠这才记起爸爸对自己的叮嘱。
可乐不可以告诉别人哦。你放心，规矩我都懂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忠实粉丝了。今日收获粉丝1枚。两个人手拉手出了更衣室，一出门就遇到了厉景城。爸爸，厉夫妇好。厉景城看见可乐拉着悠悠的手，有点郁闷的说道：“可乐。”幼儿园的观众席上，厉家一家人备受瞩目。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？等会表演结束就可以了。五哥哥，你在看什么书呀？五哥厉兆志转过头来，将封面给悠悠看了一眼。5、3，难为悠悠了，这么一堆字，只能挑2个认识的读。哼，三哥哥，你又打趣悠悠。三哥哥错了，不该嘲笑悠悠。来，三哥哥教你，这是5年高考3年模拟。高考，高中阶段出国打比赛不好请假，所以今年想试试高考。你五哥哥是国际象棋的棋手，需要经常出国比赛，相对来说，大学阶段更自由，教育方面也会更加专业化。哇，五哥哥好厉害哦！三哥哥就不厉害了吗？哥哥们都很厉害，爸爸也很厉害，爸爸最厉害。悠悠宝贝也很棒。悠悠，小圆巴怎么了呀？你看，你五哥哥脸上是不是有点黑影？悠悠回头一看，确实五哥哥脸上还有书本上似乎都有一丝很淡的黑影。这是什么？是诅咒，这个诅咒会影响到你五哥哥的考试。那小圆巴怎么能破解这个诅咒呢？我这里有破除诅咒的方法，但是需要一些积分。你学会一些知识，我这里就能产生积分，积分可以兑换你需要的方法。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跟你说的，只要你努力学习，我们就可以一直成长。那帮助五哥哥需要多少积分呢？或者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帮五哥哥呢？100以内的加减法需要学会，好难啊！但是悠悠要努力才能保护家人哦。果然，3天之后，悠悠双眼无神地走出书房。我学会了，恭喜悠悠，还是很快的嘛。距离高考只有短4天，悠悠不得不努力。五哥哥，你要好好休息呀。妹妹别担心，我休息得很好。五哥哥，悠悠又凑前来看了一下五哥的脸色，脸色苍白，往常俊秀的面容中带上了一丝病态。你发烧了？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厉兆宇正好路过，急忙将家庭医生叫来，一边询问厉兆志。你这小子参加国际竞赛都不会紧张，怎么这高考看上去这么难受呢？厉兆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是真的不紧张，只有悠悠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忧心忡忡地回到自己卧室，再次复习了一遍100以内加减法。小圆巴，我学会了，恭喜悠悠，你真的学会了积分到账，快兑换解除诅咒的方法。悠悠拿着一根树枝来到厉兆志面前，然后在厉兆志的额头轻轻敲击3下。厉兆志忽然觉得脑子更加清醒了。五哥哥，这本书你还看吗？不看了。那悠悠就把这本书拿去烧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讨厌数学。到傍晚的时候，厉兆志的高温是彻底降了下来。这温度是说降就能降的吗？难道是 CPU 过热，散热就好了？你果然是个机器人。换来了二哥厉兆远的一个陪你。好了，温度降了，不过这2天一定要休息好。小智，不要太紧张。转眼就到了高考这一天，悠悠站在考场门口，给厉兆志递过去一包纸。五哥哥，你信我吗？五哥哥，你信我吗？当然了，你是我妹妹，哥哥一定会相信你的。嘿嘿，哥哥，这包纸一定要随身携带哦。哥哥相信悠悠，他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2天4场考试，悠悠一直陪着五哥哥，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结束。悠悠正在门口站着，忽然厉兆志跑过来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。这小子还以为他有多淡定呢，没想到考完了也激动啦。悠悠，谢谢你，多谢我们悠悠保护了五哥哥。你五哥肯定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可是厉家最聪明的。小圆巴下了定论。高考结束后，厉景城找来了厉兆志。那位前辈最近如何了呢？据说那位前辈在高考前几天出了事故，似乎伤得不轻。父亲，悠悠的事情能否请你保密？这事我早就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悠悠身边有我们的人护着，此事不会让外人知道的。回想起悠悠最近做的一些事情，厉景城悄悄咬牙，自家这个小的也不省心。对了，好不容易高考完了，又是端午假期，你带着几个小的出去玩玩吧。我问问悠悠想去哪里。这几个臭小子做什么都以悠悠为主，再这样下去还得了。不行，我要做最坚定的那一个，一定不能让这个小丫头牵着鼻子走。端午假期，悠悠选择了去南方的汨罗江附近玩。哥哥们都带好彩绳哦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悠悠，跟爸爸重复一遍，哪些事情不能做？
爸爸，悠悠都到贝如流了，不可以靠近有水的地方，不可以跟陌生人离开，不可以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对，臭小子，小智，你一定要带好悠悠哦。爸爸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悠悠的。哇，南方好美呀，这片湖好大呀，哥哥你看都没有尽头。这是汨罗江。悠悠，快来，这里有渔民叔叔们捞上来的螃蟹。哦，八哥哥，这只螃蟹真像你。悠悠，你。第二天一早，悠悠是被耳边的痒意弄醒，他睁眼一看，才发现八哥厉兆阳拿了2个硕大的田螺壳。八哥哥，这些是哪里捡来的呀？在江边捡的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，那边还有好多好玩的贝壳什么的。悠悠看着宽阔波澜的江面，有些害怕。八哥哥，爸爸说不可以在水边玩。这里不算水边，你看，离水那么远呢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好漂亮呀！八哥哥，你看这块鹅卵石是五彩的。悠悠回头一看，发现厉兆阳竟然掉下了汨罗江。八哥哥，悠悠急忙跑到了厉兆阳身边，但江水很深，流得也十分湍急，悠悠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小圆八，快帮帮我，怎么办呀？快去叫大人！悠悠，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可是我去叫大人，回来更找不到八哥哥了。小圆八，有没有什么术法能让我下水去？有是有。正在这时，只听水面呼啦一声，一道身影从中飞了出来，就像是被鲸鱼喷出来的水柱一样。厉兆阳被从汨罗江中喷了出来。是那位大诗人。悠悠，先谢谢他。谢谢大诗人救了我八哥哥。黑影大概没准备跟他们产生交集，只略微摆摆手便离开了。我以为我掉下去了呢。八哥哥，你真的掉下去了，悠悠好害怕呀！这一番惊天动地的哭声惊到了找来的厉兆志等人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厉兆阳，你去河里游泳了吗？五哥，我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你可真是命大呀！小圆八，你刚才说的那位诗人是谁呀？是一个从前很有名的诗人，写过著名的《离骚》，是一首很长很长的诗。具体可以问一下你五哥。悠悠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悠悠看了一眼完好无损的厉兆阳，忽然就很高兴。八哥哥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，努力到能够保护你们大家。从汨罗江回来之后，悠悠开始一头扎在了知识的海洋中。悠悠，你想不想看毕业典礼？今天是幼儿园的毕业典礼，大班的小朋友都要毕业了，你想不想去看看呀？要去的，等我叫一下糖糖。这一对凑热闹的人中果断加了一个糖糖，三人悄悄走到了幼儿园门口。这里，从这里走。悠悠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嘿嘿，秘密。三人顺利的走到了礼堂里面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进礼堂，这里面好大呀！我也是第一次进来。两人自以为声音很小，没想到还是被小兔老师发现了。你们两个平常上学的时候天天逃学，现在给你们放假，你们又故意跑来学校，你们自己说说，是不是专门跟我作对的？没有，小兔老师，我们只是听说有毕业典礼，所以想来看一看。哼，现在你们可以站在门口看了，站着吧，等典礼结束再走。小兔老师气哼哼的离开了，转身之后便联系了厉兆星。悠悠哥哥，是这样的，悠悠偷跑到幼儿园里面了，你有时间过来接他吗？知道了，小兔老师，麻烦你了，我现在就过去接他。半个小时后，厉兆星来到了学校。悠悠大哥，悠悠这边的事情实在是有些多，要不咱们加个也方便沟通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太方便，有事可以直接打我们家的电话。小兔老师喜欢你哥哥，可是大哥哥不喜欢小兔老师。想到大嫂的事情，悠悠又想起了小乐姐姐，她觉得有点害怕。怎么了，悠悠？是冷吗？大哥哥，悠悠不冷。那等大哥有了喜欢的女孩，先带她见悠悠好不好？你大哥的命格变了。你大哥原本是孤独终老的命运，如今因为你，他的命格产生了变化。察觉到悠悠有些不安，小圆八补充了一句：好的变化，你大哥以后会找到最好的另一半，幸福美满的度过一生。太好了！端午假期过后不久，中小学、幼儿园就放了暑假。六哥和七哥两个人又在玩换装游戏了。悠悠，猜猜我是谁？是六哥。厉兆良走过来，投喂了悠悠一颗樱桃。我就说悠悠肯定能猜对。谢谢七哥哥，悠悠最喜欢吃樱桃了。文论，妹妹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？我一时也想不出去哪里玩好。如果没地方去的话，我们去书房学习。六哥哥、七哥哥，要不我们去书房学习吧？
好不容易不用上学，悠悠，我真的不想学习，要不我们来打游戏吧？打游戏？上次你拉着我一起，还被大哥抓到，被教育了好长时间，这回我可不陪你。你确定不陪我？游戏又出了新地图，而且大哥和爸爸今天都不会回来，我们就玩2局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爸爸和大哥他们一定不会知道的，你说对不对，悠悠？6个7个你们玩，悠悠不会告诉大哥和爸爸的。总是打游戏，这样对眼睛可不太好。游戏开始没多一会，座机电话响起，悠悠见2个哥哥聚精会神杀怪，犹豫了下，走到座机旁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丽宅。您好，是苏明玉的家属吗？我是医院的医护人员，我们联系苏明玉的其他联系人均为关机状态。是这样的，病人现在有苏醒的迹象。悠悠被听筒里的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悠悠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妈。悠悠霎时间泪流满面。医院的人说，妈妈，她好像要醒了。医院里，厉锦城风尘仆仆赶来。医生，我的夫人真的有苏醒的迹象。厉先生，您先别急，您夫人的各项指标的确有明显的好转，今天上午也短暂苏醒过来了一会。不过就在刚刚你们来的时候，厉夫人病情突然加重，我们现在要对她进行急救。您有什么话，请等下再说。要是我上午开会时手机没有关机，就不会错过医院的消息。这怪不了你，会议的时候我的手机也开着静音。时间1分1秒的煎熬着。悠悠，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你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刚刚医生分明说，你的妈妈上午都已经醒过来1次了，各项指标也都好转，怎么会突然就不行，要抢救了？小圆巴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悠悠，你还记得之前那个蝴蝶结吗？当然记得，那个能改变个人意志，让人听凭指挥的魔法皮影。就是那个。悠悠，你是这方面的天才，但你年纪小，是比不过那些做了很多年坏事的坏人的。现在我想问你，你记不记得书上记录的反向操作术？我记得的。那现在就来操作一下试试。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搞鬼，你现在锁定了他们，没准就能救回你妈妈的命。悠悠摘下头顶的蝴蝶发卡，想着书上记录的内容。没过多一会，蝴蝶发卡朝着抢救室飞去，转瞬消失。悠悠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是怀疑有人在暗中害明玉？爸，先别叫醒悠悠，没准等会妈妈是不是被人害的，就会有答案。很快，在全家人的注视下，悠悠睁开眼睛。爸爸、大哥、妈妈、阿姨就在抢救室的下一层，还和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坏人操纵着东西，正在害妈妈。什么？赵宇，你跟老四看好弟弟们，保护好悠悠，守着妈妈。老大、老二，你们叫上所有的保镖，跟我一起下去。下面一层，马灵叔正坐在一家空病房的蒲团上。苏明玉，就差最后一步，我不信你昏迷这么多年，我还能输给你。大师，这次的事情一定要成，我要苏明玉死。门砰的一声打开，厉家父子带着保镖赫然出现在门口。你要谁死？马小姐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事，你千万不能分神。不能分神，李姥姥。就你们处心积虑要害我的夫人，马林说你简直阴魂不散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可知道我是谁？胆敢冒犯我，我让你们今天在场的人。我管你要拿我们怎么样，你的这些屁话就留着跟到警察局去讲吧。厉锦城，到最后你还是知道了。马林说，自始至终我都知道你心术不正，没安好心。为什么？我跟苏明玉是闺蜜，为什么你只选择了她？我跟明玉的事用不着向你解释，至于你的下场，等着下半生在牢狱当中度过吧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明明这一切我都计划周详。厉锦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怎么会败露？对了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们家那个死丫头发觉的。厉锦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要让我下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马灵叔再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甘愿献上下半生30年寿命，也要让对方反噬。悠悠，爸爸，马灵叔刚刚一定是在对悠悠进行反噬。马上上楼。你们立刻把他们送去警察局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。同一时刻，楼上悠悠感到一阵剧烈眩晕之后就倒地上。悠悠，你不要害怕，马灵叔虽然用了他下半生30年的寿命来反噬你，但那些都被我挡下了。以后你见不到我也不要担心，等你长大以后，我会回来的。1周过后，悠悠躺在病床上，悠悠转醒，刚一睁眼，就跟隔壁病床上一道温柔的目光对上。妈妈，你是我妈妈。悠悠，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妈妈都没想过能活着再见到你。
妈妈，10年后，悠悠准备参加他人生中的高考。悠悠，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，你已经足够努力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天意。妈妈说的没错，悠悠你不到高2就已经拿遍了国内外所有的学习大奖，区区一个高考难不倒你的。宝贝女儿，别担心，爸爸妈妈和哥哥们都在外面等着你。知道的，爸爸妈妈，我不紧张，你们别担心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带爸爸妈妈去休息，考试时间很长的，外面太热，妈妈中暑就不好了。4哥、5哥、6哥，你们也一样，放心，我的学习可比你们好多了，别忘了我可是学霸。2079届考生你们好，高考即将开始，请找到自己的座位，迅速落座，10分钟后考场关闭。试卷刚刚下发，就在悠悠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，耳边一道清亮的少年音响起。悠悠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悠悠，我是小圆吧。